鲜血为力，黑暗，聆听我的召唤。男人在地球上工作了800年，拿着最高的工资干最酷的活，而他的工作则是清除导致地球出现各种离奇现象的怪物。他所拯救地球的各种英雄事迹却不能让世人所知。这样枯燥且乏味的工作，他厌倦了800年，可他却不得不工作下去，因为不工作就会死。而这一切却是他那不为人知的身份。这是一个奇幻的世界，有着兽人、矮人、精灵各种奇幻外星生物聚集的世界。这天难得清闲的叶俊明却被一个电话打破他的休息时光。电话另一头让他去处理一件银行抢劫案，工资照常。他不禁心想，这种苦日子什么事都头。银行外围一名兽人警员一脸凶相的管理现场。来到现场的俊明让他不要这么严肃，但兽人的表情就这样，想要摆出温和的表情简直难为他。随即俊明便要接管现场，正八却是一脸震惊，因为正常来说抢劫案一般都归警察管，可现在由移民局特别探员介入，也就意味着事态开始变得严重起来。看着死气沉沉的银行大厦，俊明撒出几张符箓，瞬息间燃烧起熊熊烈火，在所有人震惊之中将整个大楼包裹住，形成个除他之外无法进出的结界。根据正八的调查得知，犯人前不久才觉醒异能，想找到一份好工作，但还是失败了。而他的异能是精神面临，外加情绪极其不稳定。这时犯人拖着一个濒死的老太婆走出来，嘴里问道他是进来干嘛的。接着他就说出执法前言警告：放开人质可免除死刑，这是最后的警告，放开人质可免除死刑。一直叨逼叨的不停，情绪本来失控的犯人压抑住的怒火瞬间被点燃起来，精神念力操控起身边的家具，嘶吼着就要向他砸去。你究竟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此话一出，被洗脑的男人瞬间回想起自己是来领取失业补贴金的，可被一个老太婆触碰后，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没想到还是被你看穿了，你们移民局的狗鼻子真灵。事先声明我不是狗。一瞬之间，犯人与人质的身份调换。老妖婆万万没想到俊明在刚刚的警告中掺杂了清醒咒语，但此刻清醒的人质却是无处可逃。蓬勃的生命力被对方疯狂榨取，人质在昏迷前祈求俊明能救救自己。来自奥登斯星球的通缉犯艾特雷拉德分离，地球上涉嫌49宗命案，罪孽深重之人，我已经给过你最后机会，是你不懂得珍惜。猩红恐怖的威压气息一下子让他认出那是黑魔法。然而黑魔法有着施主的弊端，使用者必须要献出自身的生命力作为动力，一个人类的生命力又能有多少？而现在自己有一整个人形充电宝在强化自己，根本不足为惧。强悍的攻势仅是被对方一掌拍碎。他不敢相信对方居然舍弃几十年的寿命来对付自己，眼前这男人真就是个疯子。你究竟是谁？这个嘛，我只是路过的移民局特别探员，其他的我自己也不知道。虽然不知道这个男人想要干嘛，但不殊死一搏就会没命。可任何的反抗在强大的力量面前都是徒劳。仅剩一个脑袋的德芬妮不断求饶，只要放过自己，就会告诉他为什么地球上会出现这么多的外星罪犯。那是因为在浩瀚的宇宙中，最伟大的先知预言处，史上最强宇宙罪犯01号在逃亡时，部分灵魂碎片散落在地球边疆层面上，而他有着灵魂碎片的位置的情报，那是无数人都想得到的情报，贩卖价值不可估量。然而俊明完全对这些事提不起兴趣，而且这情报属于赃款，如果贩卖就会被通缉，更何况你的悬赏价格比这情报还要高，所以请你去死吧！也就在这时，德芬妮惊恐发现她的左手居然恢复了生机。要知道，使用黑魔法献祭出去的生命力是永世不可恢复的，这是宇宙中的法则。在临死前，他问出最后的问题：你究竟是什么种族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自己也不知道。在地球上工作了800年的他都不记得自己处决了多少罪犯，这样的工作已经厌恶至极。一旁的人质还活着，俊明很是嫉妒他犯罪了不用受到处罚，无尽的心酸涌上心头，真让人羡慕啊。解决完事务，俊明让正八进去善后，还友善地提了一嘴人质还活着。正八松了口气，别看他外表是凶狠的模样，但他最怕人死了身上满是洞洞，什么缺胳膊少腿的，那画面想想都会做噩梦。但下一秒他就发现俊明一脸呆萌看着自己，真就怕什么来什么。像你这样子的心态，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当上警察的。目送完俊明离开，一个小警员就好奇地询问正八叶俊明是什么来历，他便解释起移民局特别探员是专门处理外星次元犯罪的人，俗称边防者。没过多久，俊明今天的工资就已到账，足足有200万之多的地球货币，但这点钱换作是宇宙通用货币达兰特，只是延缓他的死亡时间罢了。
因为他那不为人知的身份是外星人，且还是名宇宙罪犯，代号为666，被执法者剥夺了记忆，囚禁在地球劳改，工作是监狱，辞职就是自由。想要获得自由，就必须缴纳天文数字的犯罪罚款，一旦余额出现负数，就会产生犯罪利息，多次拖欠提交罚款则会死亡。距离退休还要缴纳500多万的达兰特，而在他800年的工作里，那微薄的工资只够补利息。这样枯燥乏味的工作，他甚至产生出用死亡去解脱的想法。在这之前，他还去看了心理医生，最终在死亡解脱与卑微的打工人苟活中，他选择了后者，以免他再产生极端想法。医生还特意给他开了23年的药，而下次心理复诊也就是23年后。他现在的工作任务全是辛苦底薪任务，为了维持生计，他不断翻阅工作系统，看有没有高薪任务。突然，一条机密信息出现在他眼前：获取01号宇宙罪犯灵魂碎片，工资7000万达兰特。地球边疆层面上有着他的灵魂碎片。虽然他不知道公司为什么想要那玩意，但他终于看到了辞职的希望。2名8尺大汉居然被一个平底锅吓到瑟瑟发抖，只因这个平底锅居然会说话，并且还是那种让人尴尬到脚趾抠地的话。在此之前，朴正八被顶头上司怒喷一顿，随即递过来一张人物信息：这是你们2组的案子，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给我调查清楚，否则肯定有你好果子吃。朴正八只能无奈接下，毕竟他手里的工作已经很多了。画面一转，叶敏俊已经回到自己的办公区，此时身为叶敏俊的助理凯茜已经等候许久了。凯茜拿着资料走了过来：我本想让移民局延迟处理此案的，因为我不确定你是否会接受这个案件。你这话说的倒是挺圆滑。叶敏俊拿起资料翻阅起来：这是一宗失踪案吗？是的，失踪者是小兴工业的张太俊社长，他的净资产起码有3000亿，不过在上周他就消失了。移民局认为他可能是没有暂住证的外星人，即便抓不到他，也要找到他是外星人的证据，否则国家无法收回他公司的股份，并且他没有任何直系亲属。局里说他有一份遗嘱，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，原来他们是想提前截获那份遗嘱啊。突然叶敏俊弹了一下凯茜，表示对方靠得太近了，这种失踪案的小事都能交给我，想必国家更在乎的是那些股票吧，说不定可以借助这次机会还清一些债务。我准备干活去了，记得走的时候锁门。这个家伙还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呢。随后叶敏俊便来到隔壁的常青书院，叶敏俊看到那颗差点被自己养死的仙人掌，此时竟然活了下来，不愧是精灵啊，还真是厉害呢。求求你别再养植物了，你居然能让一个仙人掌差点哭死。叶敏俊有些尴尬，表示自己以后肯定注意。说吧，你到我这里来要干什么？也没什么大的事，主要是想让你帮我找个人。好，资料拿过来我看看。菲尔德闭上了双眼，在心中默念咒语，下一秒菲尔德眼前便出现一团水滴，水滴逐渐变成一个元素精灵。据说元素精灵被召唤，他们会变成召唤者最想念之人的样貌。麻烦帮我找一下资料上的人。紧接着元素精灵变化成一道亮光消失了。没过一会，菲尔德便收到消息：你找这个人做什么？叶敏俊听到这话有些发愣，我应该需要审问他一些东西。那还真是不凑巧呢，因为他已经死了。他是人类吗？菲尔德表示不清楚，这或许需要你自己去调查了。画面一转，只见张太俊正被吊在树枝上。叶敏俊观察了一下尸体，感觉这个案子有些棘手。没想到张太俊居然是个仿生人，按理说他们应该是用了张太俊的 DNA 创造出来的仿生人，只要检测一下他的 DNA 就会得出结果。不过他们为什么会将一个仿生人挂在树上？他们这么做的意义在哪里？如果张太俊仿生人的身份被揭开，受益的一方将是获得3000亿的继承者，损失的是无法回收非法移民财富的政府。不过以张太俊公司的经济条件，根本无法造出仿生人。在这个世界，你必须要有强大的资金链，或者足够多的科技人员，才能创造出仿生人。张太俊公司的股票到底有多大价值，才会引发这样的问题？随即给凯茜打了一通电话。张太俊的尸体上只有一封提到遗嘱的信，没有其他有用的线索。移民局的人应该还没有拿到遗嘱吧？是的，据说遗嘱保管在银行总行的金库里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我们只能去张太俊的家里看看。画面一转，叶敏俊来到张太俊家门口，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朴正八，双方居然在调查同一起案件。中介给到对方钥匙便自己走了。叶敏俊本想汇报一下情况，朴正八却表示根本不需要汇报，反正他们也会让我辅助你来办案。这个案件本不属于朴正八小组，可近期突然有一批精灵失踪，原本负责这个案子的小组被调到了特别搜查总部，而这些失踪案便落到朴正八等人头上。我们队长似乎也觉得自己完不成，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移民局，随后便派我来协助调查。叶敏俊却表示还好是你，否则我跟其他人根本没有默契。二人来到张太俊的房间里，开始寻找线索。朴正八正在电脑前拷贝着什么东西，拷贝完成后告诉叶敏俊，明天我会把拷贝的资料整理后发给你。叶敏俊感谢了一下对方。此时二人被一阵异响所吸引，二人随着声音来到厨房，却没想到发出声音的居然是一个平底锅。当叶敏俊触碰到平底锅时，对方居然发出了一声奇怪的异响，这让二人都觉着尴尬症要犯了。平底锅看事情有些不对，紧忙介绍起自己是一种人工智能的烹饪工具，可以复制人类的一些部分意识和记忆。这种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是最发达的，这不是能在地球上轻易获得的。
张太俊的确有可能是外星人。叶敏俊对着平底锅问出了自己的疑惑：“给我讲讲你认为的张太俊。我的老板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平凡的人。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1周前的凌晨，那天我看见他深夜外出，隔天我发现客厅里有声音，我以为是老板回来了，我就没在意。”叶敏俊听到这话发现了疑点：“你是说有人在这里找东西是吗？最近有人来过这个家吗？”朴正八告知对方没有，今天是第一次开门，便听平底锅继续说：“我敢肯定那个人一定不是老板，他每天都在夜里翻东西，不过最近几天他没有来，估计是放弃了。很可惜我并没有看到他的脸，从他的背影来看应该是一个人类。”叶敏俊开始整理线索，能不用开门就在这里自由出入，那他应该使用了扭曲魔法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我只能寻找使用过魔法的痕迹了。刹那间，整个房间的色彩全部变成灰色。朴正八有些好奇地询问：“这是什么能力？”有一种东西叫灵界，它覆盖在物质界之上，而魔法会在灵界留下痕迹。我们现在需要找到使用魔法的痕迹，就能跟着痕迹的线索找到那个人。叶敏俊跟着痕迹走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对方使用魔法的地方。房间里一共有10道光芒，那就代表着那个人往返了5次。走吧，我们跟着这个痕迹走，就能找到那个人在哪里了。这个平底锅也顺路带走了，毕竟他是唯一的证据了。随即二人便跟着痕迹的方向驶去。叶敏俊告诉朴正八，没有他的示意不要随意出手。二人在车上闲聊了一会，叶敏俊发现了魔法痕迹，随即便让朴正八停车。四周充斥着大量使用过魔法的痕迹，看样子很快就能找到那个人了。朴正八下车后观察了一下四周，没想到这里居然是兽人居住的社区。叶敏俊却表示这很正常，对方每天都要往返，肯定会有一个临时落脚点，而这里正好适合他们。幸好对方没有去除魔法的迹象，我们可以调取一下附近的监控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毕竟你在这里更加好说话一些。没过一会儿，朴正八就找到了叶敏俊，并告诉对方这里并没有监控，你应该知道兽人一族的习性。叶敏俊知道这是对方的痛处，并没有往下延伸，随即便告诉对方，如果没有监控的话，那么只能用最传统的调查方式了。没想到自己堂堂21世纪的黑魔法师，现在居然要用人工调查的方式办案。身为移民局的传奇，破案率高达99%的叶敏俊，本以为这次的案件是一个很轻松的任务，却没想到这里居然牵扯了一个远古的种族龙族。就在刚刚，朴正八带着叶敏俊来到一家酒吧寻找线索。朴正八询问对方见没见过照片上的人，他是一个人类，每天都在夜晚出行，一套魔法师的装扮。兽人看着照片思索良久，随后表示自己要打一个电话，让二人随意作画。叶敏俊有些好奇，朴正八为什么要找一个调酒师？朴正八却告诉他，如果在这里他都找不到这个人，那就代表着这个人不在这。没过一会儿，兽人告诉对方照片上的人在3号楼出现了，你们可以去那里看看。二人向路人询问3号楼的位置，用时2分半，二人抵达3号楼。随即叶敏俊发动魔法，在3号楼的某处发现了大量使用魔法的痕迹，没想到对方居然在门上布置了结界。叶敏俊没有犹豫，开始破解结界。这时他察觉到有人使用魔法的波动，随即让朴正八退后一些。对方发现我们了。结界解除的那一瞬间，一股巨大的黑色魔法喷涌而出，烟尘散去，却没发现叶敏俊二人的身影。下一秒，二人便毫发无伤地走了出来。只见一名斗宗强者居然想撕裂空间逃走，男人上一秒还在嘲笑对方抓不住自己，下一秒就被一股力量给拽了回来。朴正八将男人绑在凳子上，二人检查了一下四周，却发现什么线索都没有。这时叶敏俊看到对方印着一个组织的印记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这个印记是由能力者组成的犯罪组织吧？朴正八本想告诉对方本国的法律，却没想到被对方啐了一口，这让朴正八怒上心头，不知在哪掏出的锤子，就想照对方头上来一下，让他感受一下大锤的乐趣。叶敏俊却告诉对方不要冲动，自己有更好的办法，用刀将手指划破，血液开始逐渐凝固，下一秒手指里便飞出一个虫子，将虫子递到男人面前，说说吧，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。男人犹豫再三，还是没有说出口。虫子似乎收到了叶敏俊的指示，突然钻入男人的鼻子。此时的男人浑身发抖，似乎在抵抗脑中那些残忍的事。叶敏俊将录音机打开，念起一段拗口的咒语，这段咒语会让虫子刺激对方的大脑，迫使对方多巴胺爆炸，给人最刺激的幸福感，而录音机则是会一直循环播放这段咒语，让他一直快乐下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男人终于从快感中醒来，嘶吼着求对方放过自己，他再也不想体验那种感觉了。看样子你已经想清楚了，告诉我张太俊的位置，否则我只要轻轻一按，你会再一次体验那种快感。男人慌张地表示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他只是让我在房子找到一个秘密金库，并把里面的东西带给一个神秘客户。秘密金库吗？为什么我没有发现这种地方？还有你所说的神秘客户是谁？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，但我大概知道他是……听到这话，叶敏俊的眼神变得凌厉起来，朴正八却抓住对方的脖子，你小子死到临头了还说谎是吗？男人却表示这一切都是真的，他们的组织已经确认过他的身份。朴正八担心地看向叶敏俊，敏俊大哥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还要继续吗？这太危险了，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事。没想到那个神秘客户居然是一条龙，龙族是世界上最顶级的种族，牵扯到龙族的人没有好下场，他们有庞大的财富掌控着世界，
随后叶敏俊又问了几个问题，便将男人移交给警察解决后事。叶敏俊整理了一下目前的线索，如果背后的人是龙族，那么只有那4条龙会这么干，但他们的动机是什么？以目前的线索，叶敏俊也无从知晓。二人开车回到了叶敏俊的事务所，简单的休整了一下，二人再次前往张太俊的家里，可并没有找到男人所说的秘密金库。平底锅这里也没有任何的收获。二人关于这个案件商讨了半天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放弃这个案件，毕竟这里牵扯到了龙族。这时凯茜风风火火地赶了回来，看二人有些劳累，便打算做顿饭犒赏一下二人。酒过3巡，几人也都喝得晕头转向，其他2人已经回家，只剩叶敏俊躺在沙发上睡觉。喝醉后的叶敏俊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他以前做的种种事情。我为什么要一个人去？只凭我是一个黑魔法师吗？还是说有关于诅咒的问题？一缕清晨的阳光打在叶敏俊脸上，叶敏俊也被这刺眼的阳光弄醒，他似乎还沉浸在梦里。这时书院的小孩打断了叶敏俊的思考，对方递给了叶敏俊一张传票，里面的内容是让叶敏俊出席。叶敏俊察觉到这里面应该有什么秘密，否则詹金森公司不会无缘无故的叫自己。画面一转，叶敏俊已经来到对方公司楼下。对方邀请我来的目的是什么？难道他们知道了我们昨天的发现吗？叶敏俊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，身为人类的女人居然和一条龙发生了关系。在此之前，叶敏俊正在厨房做饭，凯茜与朴正八正在看电视，电视上正播放广告，某个公司用一个特有的手段，将精灵族身上特有的香味做成了香水。凯茜似乎想到了什么，随即转头问向叶敏俊，为什么你身上没有那种味道？现在的你不应该正处于精灵一族的青年时期吗？叶敏俊随意糊弄过去，似乎有些抵抗这个问题。画面一转，叶敏俊已经来到对方会议室，身为詹金森公司秘书的布莱尔自我介绍了一番，随即便开始切入正题。对方直言不讳地告诉叶敏俊，我的老板正在关注你，我们知道你的一切动向，你觉着背后的那条龙是谁？如果你没有头绪，不妨看看我们的线索，我们将这3人列为主要嫌疑人。当叶敏俊看到照片时，发现对方的想法居然和自己一致，但有一点叶敏俊无法理解，你们既然有能力查到线索，那要我来这里做什么？布莱尔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，却反问对方，你对小星集团了解多少？想必在你的认知里，小星集团是一个制药公司，从表面上来看的确是这样，不过他们背地里有一个更大的秘密。叶敏俊表示，这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哪家公司背后没点秘密呢？这不一样，他们的研究是极其危险的，他们研究的主题是龙族的基因是如何构成。叶敏俊对此似乎并不在意，仿佛他知道龙族的一切。龙族是一个高傲的种族，以他们尊贵的血统，他们绝不允许有人敢研究他们。也许袭击张太俊的是一只对研究感到愤怒的幼龙，所以你们认为这是一只幼龙干的吗？不过你们是怎么猜到张太俊是外星人的身份？我们没有确实的证据，但张太俊这个名字是突然出现的，随后他便成立了一家公司，他的成功速度太可疑了。当张太俊失踪时，他们的研究便停止了。随后另一个人接手了这项研究，小星集团的总监金岩珠，现在的他就代表着小星集团。根据这些线索，叶敏俊似乎想通了这里面的关联。如果说金岩珠只效忠于张太俊，倒不如说金岩珠更在意的是小星集团。但是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毕竟这里面牵扯了龙族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，金岩珠身上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我想我还是应该放弃这个案件。叶敏俊起身准备开口拒绝后面的调查，布莱尔却递过来一份信件，如果你感到犹豫，请看一下这封信，不过还得烦请你在这里看完。叶敏俊看到这封信的标志，脸瞬间就黑了下来。画面一转，叶敏俊带着朴正八来到小星集团楼下，二人等了半天，金岩珠终于现身了。就在此时，叶敏俊闻到了一股特殊的气味，这个气味对于叶敏俊来说并不陌生，这个女人身上有太多疑点了。金岩珠配合完朴正八的例行问话后起身想走，叶敏俊却在这时叫住了他。我想你应该知道 ISP 这个词吧？ ISP 又称之为一种间性信息素，信息素一般是由雌性所分泌，去主动诱惑雄性产生那方面的兴奋，而 ISP 是一种现象。在这种现象中，一些独特的个体会分泌信息素，吸引它们无法交配的物种。据说 ISP 需要频繁发生，才能散发出那种独特的味道。所以金岩珠总监，你是什么时候和龙族发生关系的？身为高贵血统的龙族，千不该万不该的招惹了一个更恐怖的存在。高贵的龙族在他面前如同一只死狗一般。就在刚刚，叶敏俊根据金岩珠的反应，大概推测出在金岩珠背后的那条龙是谁了。艾德琳，一条狂妄的幼龙。叶敏俊二人刚回到车里，便听到让人尴尬的声音，气得叶敏俊当场想给他扔出去，可平底锅给他们带来了一条劲爆的线索。金岩珠经常会到张太俊的家中，每隔1周就会来一次，并且会留在家里过夜。此时车上的魔法球传来了声音，这正是叶敏俊在审讯金岩珠时留下的手段。他在金岩珠身上留下的窃听咒，魔法球传来金岩珠的声音。刚刚有2个警察来过，现在你打算怎么办？无论如何你都要在警察前面找到他们。你身为龙族连个精灵都召唤不了，你还真是个白痴呢。龙族怎么可能召唤精灵？那是精灵族独有的亲和力。你知道有多少精灵在找张太俊吗？这让叶敏俊想到了精灵失踪案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
我已经知道找谁了，那个精灵就藏在一个书店中。我想我已经找到那个书店了。此时的东哲还在友好的打招呼。听到东哲的声音，叶敏俊内心忐忑不安。朴正八刚想开车赶回去，可叶敏俊却叫住了对方。现在正属于下班高峰期，开车回去肯定不行。正八，你现在按照我说的去做，我会用魔法赶回去，而你回到小星集团找到金岩珠，把它关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如果事情脱离了你的掌控，那么你就把它当成人质，程序上的问题我来解决。艾德琳已经找上菲尔德，并且胁迫对方交出元素精灵。菲尔德告知对方他的想法落空了，因为元素精灵和他是灵魂伴侣，无法分割，他也不会在不信任的人面前召唤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帮我找一个人，我便放过你。菲尔德眼神一凝，你似乎没听懂我说的话。下一秒，艾德琳浑身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威压，这种威压让菲尔德全身都在颤抖。东哲看见这一幕，想到了叶敏俊之前跟他说的话，如果有人来闹事，就把那本书拿下来。那本书被叶敏俊留下了魔法，只要将书打开，仙人掌就会自动形成保护。菲尔德此时已经被对方死死掐住脖子。突然，艾德琳背后散发出一道金光，紧接着砰的一声传来，魔法的冲击力将艾德琳击飞在门外。与此同时，叶敏俊也终于赶到书店。看到叶敏俊的到来，东哲也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。被击飞的艾德琳气得青筋暴起。叶敏俊看向艾德琳，那眼神就如同盯着一个将死之人。艾德琳64岁，6年前获得了地球上的公民身份，但没能获得永久的居住权。艾德琳有些恍然，为什么这个人这么了解我？或许是你年龄的问题，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。的确，现在的你甚至都无法参加龙族的大会。叶敏俊的嘲讽让艾德琳失去了冷静，怒吼着让对方闭嘴。你难道想在这里变回原形吗？如果你敢在这里惹麻烦，我想龙族的长老很乐意看见这一切。听见这话，艾德琳恢复了一丝平静。自己如果敢在这里动手，长老肯定不会放过他。紧接着，他便听到叶敏俊的声音逐渐远去。如果你想打架，就跟着我走。画面一转，二人来到一处远离人烟的地方。看样子你很害怕龙族的长老。别废话了，我已经等不及杀死你了。紧接着，一道蓝色的光芒冲上天空。下一秒，一只巨大的龙出现在叶敏俊身前。树林中传来激烈的打斗声，只见艾德琳被叶敏俊打到嵌入地中，身前还有一道很深的沟壑。叶敏俊浮在高空中感慨，好久没有猎杀过龙族了。叶敏俊在赶路时使用了更强大的禁忌魔法，导致左手的恢复比以往都慢了许多。可叶敏俊最不缺的就是生命力。就在这时，叶敏俊将左臂砍了下来，刹那间，一股紫色的力量涌入叶敏俊的断臂，紧接着左臂完成了蜕变，活动了一下左手，眼神看向下面的艾德琳，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，你就要付出一些代价。只见艾德琳挥舞着翅膀急速袭来，还没到对方身前，艾德琳便感受到下颚传来剧烈的疼痛。不知何时，叶敏俊已然来到对方面前。叶敏俊从来不是惯小孩的人，朝着那巨大的龙头踢了一脚。可此时艾德琳的举动有些反常，艾德琳周身散发出蓝色的光芒，此刻的她再也不想管长老们约定，一心只想杀死面前的人。叶敏俊却觉得他有些过于疯狂，如果不阻止他，地球将迎来一场灾难。见状，叶敏俊消失在原地，下一秒便出现在艾德琳的头顶，对着艾德琳的弱点处踏了过去。艾德琳如同一颗流星一般闪，狠狠砸在大地之上，仅仅一击便让艾德琳失去了意识。叶敏俊怎可能就此放过他？你既然不顾规定擅自使用能力，那便不要怪我不留情面。感受一下诅咒的力量啊！剧烈的疼痛让艾德琳瞬间清醒。我替你们的长老好好教训你一下，这一刀最多会让你下半身瘫痪。这次只是给你一个简单的教训，再有下一次就不是瘫痪这么简单了。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，艾德琳和金岩珠居然是同性关系，而这一切张太俊也早已知晓，甚至张太俊在用他们两人做着某种实验。就在刚刚，叶敏俊刚教训完那条不懂礼节的巨龙，本想上前收取点利息，却被一道心灵魔法所打断。够了，闹剧该结束了，他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，到此为止吧。够了吗？我觉着还不够，你觉着呢？詹金森会长，放过他吧，毕竟我们是同种族的，我无法放任他不管。我想你应该知道龙族的规则吧？叶敏俊心里一沉，没想到对方把龙之法都搬了出来。龙之法是凌驾于所有法律之上的，只有龙族才可以猎杀龙族。如果有人违背这条规则，那么他将受到所有龙族的追杀。可叶敏俊却不为所动，毕竟我要处决的只是一个侵犯我领地的人而已。詹金森有些无奈，我们也是多年的老友了，算我求你的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但这并不能平复我的怒火。作为补偿，我抽取一些他的真血，反正他也能恢复回来，总比丢了性命要好。你觉着如何？见状，詹金森只能答应下来。没过一会儿，清理现场的人赶来，很快便将所有打斗的痕迹全部抹除。叶敏俊也抽取完巨龙之血。与此同时，詹金森还给叶敏俊转了1万达兰特。叶敏俊打电话给朴正八，问了一下金岩珠的情况。画面一转，叶敏俊来到关押金岩珠的仓库，二人审问了半天，金岩珠却闭口不谈。叶敏俊只能再次召唤出那个虫子。没过一会儿，金岩珠便将知道的全部说了出来。金岩珠的故事让叶敏俊大惊失色。金岩珠和张太俊相识10年，在某一天的晚上，属于他的噩梦开始了。
本在沉睡中的金妍珠听到一句让他痛不欲生的话：“我想我该离开这里了，你可以跟其他人约会了。”金妍珠没听懂对方话里的意思，张太俊也没有过多解释，这让金妍珠误以为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。一段时间后，金妍珠遇到了艾德琳，可能是因为报复的心理，她很快跟艾德琳发生了关系。在跟艾德琳发生关系后，她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异样，去医院检查了一下身体，便将身体的异常告诉了张太俊。金妍珠身体里的 ISP 吸引了张太俊的注意，张太俊对金妍珠提了一个无理的要求，他希望能抽一些金妍珠的血液。听到这话，金妍珠无比的愤怒，可最后他还是同意了。只要能在张太俊身边，他便知足了。可好景不长，张太俊想把小星集团的股票变现，捐赠给社会福利基金，这让金妍珠心灰意冷。毕竟小星集团是他全部的心血。艾德琳得知这件事后，给金妍珠提出了一个对策，表示这一切都由他来做。当金妍珠答应他的计划后，却已找不到张太俊的身影。在金妍珠的口中得知，张太俊抽取金妍珠血液的原因是为了研究 ISP 和龙血的融合，但同样他也需要龙族的血液。而这也让叶敏俊陷入了沉思，他怎样才能获得龙血？就在此时，叶敏俊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转头问向朴正八：“张太俊除了汉南洞哪里还有房子？”画面一转，叶敏俊已经坐在出租车上，与此同时打电话给詹金森，可接电话的是他的秘书。叶敏俊沉着脸告诉对方，无论如何都要让詹金森接电话，因为这里面牵扯了一个关于龙族的故事。画面一转，二人来到一处海边，正朝着一个钓鱼佬的方向走去。此时的叶敏俊也将整个案件全部串联，为了防止身份暴露，用仿生人的身份伪装成自杀的假象。而自杀的原因也很简单，因为他的研究已经完成，他知道龙族的血液难以获取，而他为了这项研究，不得已抽取了自己的血液，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条龙。叶敏俊告诉对方，警察已经查过他的住处，在里面发现了用金妍珠血液制造出来的病毒，这个病毒能扰乱龙族的免疫系统，导致其死亡。叶敏俊不理解为什么对方要研究这个病毒。张太俊说出了一个让叶敏俊都无比震惊的话，因为他厌恶龙族，他想让所有的龙族都去死。仅仅是一场战斗，便让原本平静的城市变得生灵涂炭，这让不知情的路人以为世界末日来了。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居然是两头龙的斗争。就在刚刚，叶敏俊二人得知了张太俊的意图。叶敏俊知道此事无法善了，便没有过多废话，准备战斗。下一秒，一道蓝色的防护罩笼罩在苍穹之上，将界内的一切与外世隔绝。詹金森本想用同族的身份劝解一下对方，可对方无动于衷，无奈之下只能变回本体准备战斗。张太俊虽口口声声说厌恶龙族，可他还是选择了变回本体迎战，这让叶敏俊有些摩拳擦掌。毕竟他也没有过在一天的时间跟两条龙进行战斗。几人没有丝毫犹豫，全部朝着对方冲杀而去。战斗的余波让大海都跟着翻涌起来，城市也受到了波及。滂沱大雨开始在城中肆虐，暴雨就像无数条鞭子，拼命的往玻璃窗上抽打。海上狂风四起，汹涌的海水在不断拍打着沿海的建筑。几人的战斗让城市变得生灵涂炭，让不明所以的路人以为末日降临了。与此同时，国家为了安抚民众，只能宣称这次的暴雨是自然灾害，只有极少数的人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。画面一转，只见叶敏俊正大口喘着粗气，他在刚刚的战斗中失去了双臂。詹金森用那硕大的龙眼盯着叶敏俊说：“好久没看见过你这般模样了。”他的实力不愧是龙族的第一位长老。叶敏俊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将断臂重生。詹金森以为自己让对方看扁了，紧接着便开始蓄力魔法。下一秒，一股巨热的火焰喷涌而出，张太俊也不甘示弱地蓄力口中的雷电魔法。刹那间，二人的魔法碰撞在一起，瞬间一股恐怖的能量在空中炸响。与此同时，叶敏俊也完成了蜕变，朝着张太俊的方向疾驰而去。伴随着匕首划过鳞片的刺耳声，张太俊那巨大的身躯留下了数道伤口。在弥留之际，将叶敏俊拉入到他的意识空间里。二人坐在公交站台，久久没有说话。这一幕甚至有一些木木垂老的感觉。良久，张太俊率先开口打破了沉默：“仿生人的尸体在你手上吧？”叶敏俊给予了肯定：“很好，现在我会告诉你一切，结果究竟会如何，就看你们如何处理了。”二人聊了很长时间，随着公交车的到来，二人的聊天也随之结束。叶敏俊问了最后一个问题：“关于你的计划，还有谁参与了？”“我对他们一无所知，他们只是给我提出了一个建议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”伴随着公交车逐渐远去，张太俊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。一周后，叶敏俊来到一家花店，在挑花的同时，广播也在播放着新闻。上周在城市中发生的暴雨，经过专家判断属于自然灾害。花店店员丝毫不信专家说的废话，那种风暴怎可能是自然形成的？叶敏俊微微皱眉，龙族之间的战斗果然不可能全部隐藏。又回想起张太俊之前跟他说的话，张太俊在仿生人身上注入了病毒，并且在病毒上释放了一个魔法，一旦病毒受到500度以上的高温，魔法就会被激活，一旦尸体被火化，尸体里的病毒就会苏醒，届时地球便会迎来毁灭般的打击。万幸的是，叶敏俊早已把尸体移交给移民局，移民局的流程会对尸体进行验尸，那么病毒肯定会被移民局发现进行妥善处理。
叶敏俊在把尸体交给移民局之前，有一种预感在他脑中一闪而过。尽管他的预感从来没准过，不过根据他活了800年的经验来看，这一次他必须要违背他的预感。叶敏俊在回家之前取走了张太俊所藏的病毒，也在思考如何处理这个东西。在此之前，张太俊对叶敏俊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你身上有让我熟悉的气味。”随后又问了一些关于金岩珠的现状。听到答案后，张太俊不由感慨起来，到最后自己还是辜负了他。在张太俊死后的每一天，都能在海边看见一个女人在等着他心爱的男人回来。这是一个少数人才知道的秘密。其实地球早已被人占领，地球就如同一颗棋子，被他们随意操控，而他们似乎在密谋着什么。就在刚刚，叶敏俊解决完张太俊一事，闲来无事便玩起了占卜。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命中注定，叶敏俊占卜了2次，抽到的都是同一张牌。这张牌代表着与一个许久未见之人重逢。画面一转，叶敏俊带着凯茜来到一处商场，刚进门便有2名工作人员引路，几人来到一处 VIP 包厢内，里面摆放的东西都是叶敏俊此行购买的货物，这让凯茜以为叶敏俊发了大财。的确，凯茜确实不知道叶敏俊到底抽了多少龙血。与此同时，叶敏俊还打算购买一些其他的东西，便将手中的纸条递给对方。店员让叶敏俊2人先去休息，其他东西大约在1个小时后送达。在前往休息室时，碰到了张太俊一案的律师，2人便找了个地方闲聊起来。律师刚好有事求助于叶敏俊，便询问对方接不接私人的委托任务。由于叶敏俊的身份特殊，只能拒绝了对方的委托。随后对方便递过来一张名片，如果您以后有什么想法，可以随时联系我。没过一会儿，店员便将叶敏俊所需要的东西拿了过来。2人刚准备离开，便见一群黑衣人冲了进来。一位老人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无数名保镖。这时老人突然向前方看了一眼，下一秒便朝着叶敏俊的方向跑了过来。这一幕给叶敏俊吓得不轻。当看清其长相的时候，叶敏俊才放下心来。好久不见，最近还好吗？没想到您还记得我。您现在还教魔法吗？叶敏俊否定了对方，表示自己现在是移民局的特工。身旁的妇人听到这话陷入了沉思，紧接着便询问叶敏俊是否接受私人委托。老人呵斥了对方，表示现在还没到时候。2人闲聊了一会儿，老人以有事为由率先离开。画面一转，2人正前往回事务所的路上。凯茜没想到叶敏俊居然当过老师，白天当老师，晚上当英雄，以你的经历都可以出一本书了。叶敏俊轻笑一声，我的经历是国家都不敢暴露的事情，既然如此，那你不如给我讲讲故事如何？叶敏俊看了一眼对方，随即缓缓开口：1945年10月，联合国成立，那也是地球人第一次见到外星人。外星人在地球创建了委员会，委员会让地球接受其他种族的移民，作为代价，他们将……这时凯茜打断了对方，这个在课本里有说过，他们重新调整了地球上的魔法浓度。由于魔法浓度被重新调整，人类开始出现大量的异能者。异能者的出现推动了地球的快速发展。叶敏俊没有搭话，反而在思考着什么。果然，他们把事实的真相所掩埋了。画面一转，2人已经回到事务所，凯茜还在纠缠叶敏俊讲后面的故事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一阵敲门声。当叶敏俊打开门的瞬间，一股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，这让他想到了之前占卜的结果。的确，他们已经100多年没见了。只见门外的男人正朝着叶敏俊打招呼，此人名叫布拉德利，是 M 国的一个特工。布拉德利抱怨叶敏俊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给自己打一个电话。对了，那个女人有联系你吗？叶敏俊对此有些疑惑。女人？什么女人？当然是德尔啊，不然还能有谁呢？听到这话，叶敏俊愣住。此时的叶敏俊失去了往日的平静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慌乱。凯茜看到叶敏俊的神情，有些担心。那个女人究竟是谁，能让你变成这样？叶敏俊沉默良久，缓缓开口：那个女人是我以前的老婆。女人随口的一句话，饶是让叶敏俊这般人都感到害怕，因为他深爱着叶敏俊，他相信只有杀了他，他才会得到自由。就在刚刚，叶敏俊碰到了一个许久未见的老友，2人来到酒吧酗酒，小酌了几杯。叶敏俊打了一个响指，便将2人隔绝在结界里。你一个M国特工，为什么会跑到 H 国这？我此次前来是为了护送一位公主。这让叶敏俊想到了之前在车上听到的广播。那位公主来 H 国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布拉德其实对此也有些无奈。维密公主觉得她的护卫并不能胜任保护工作，所以向地球移民局总部发起了申请。总部觉着单靠 H 国不稳妥，所以便找了 M 国一起。不过这里还有一个传言，这将成为地球第8次集体移民的铺垫。第8次吗？距离上一次移民不才过去了40年吗？布拉德摊了摊手，反正据说委员会也在为此做准备。这时叶敏俊突然变换了神情，我想听听德尔的故事。布拉德深思了一会儿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具体的经过。在我们完成上一个时空任务后，你和我被派往附近，德尔被送到其他地方。在我们分开的那段时间，德尔似乎是交够了达兰特被释放。我本以为他出来后会第一时间找你。听到这话，叶敏俊心头一颤，他已经攒够50万了。布拉德却表示还有一种办法，或许是他在那里取得了惊人的成效，获得了赦免权，像莱西亚那样。布拉德听到这个名字，不免露出了哀伤的表情。就在此时，叶敏俊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德尔被释，那不就代表恢复记忆了？
她不是你前妻吗？你为什么会这么担心？是你主动提出的结婚。听到这话，叶敏俊气到了，谁知道他会变成那个样？泽尔的确很爱我，但是突然有一天他要杀了我，因为他觉得只有杀了我才能获得自由。你应该清楚，泽尔杀死我会受到什么惩罚，那可是要被消灭灵魂。泽尔相信轮回，我可不想让他的灵魂消失。布拉德想明白了泽尔的计，难道他是想摆脱了囚犯的身份后杀了你？这样的话，他就能避免一条规律。或许吧，但我永远忘不了最后一次见面时，他看着我的眼神。乖乖等我，我马上就会去找你。一想到这，叶敏俊就有些害怕。布拉德也不知道如何劝解叶敏俊。过了一会儿，二人离开酒吧，说到莱西亚，我想你应该不会不可后悔的。算你小子会说话，我先走了，下次见。随后，叶敏俊消失在巷子。提到莱西亚，叶敏俊又想到了过往的事。他是一个很烂的独裁者，一个名为阿什塔尔的星球被他统治了很长时间。他无休止地压迫国家的公民，敢反抗他的人都会遭到蹂躏和灭世。他手底下的独裁者收到消息，称星球的公民正在反叛政府。他为了镇压公民，直接断绝了这个星球的所有粮食。公民为了活下去，不得不自相残杀。这个消息被其他星球的公民得知，公民们无法忍受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他们一起发起政变。可他手底下的独裁者在临死前按下了灾难，导致星球上的设施全部被炸毁。原本发达的阿什塔尔星球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废墟。虽然他们摆脱了独裁者的压迫，但却无法摆脱灾难带来的愤怒。当星球上的公民们在痛苦中呻吟时，委员会派遣了一支囚犯组织去重建这个支离破碎的星球。囚犯组织重建阿什塔尔花了3个月，而叶敏俊是在马上结束时才来到这个星球，并且在这里碰到了阿什塔尔重建能如此顺利的原因，全部都要归功于莱西亚，因此他被公民称之为阿什塔尔之母。他被称为一国之母，却又是一个可怜之人。本以为好事降临，可以摆脱囚犯的身份，却没想到等待他的是另一个陷阱。在此之前，阿什塔尔星球已经破烂不堪，公民们为了生活下去，开始残杀同类。刚来到这个星球的他目睹了这一切，在他眼里，这里就如同地狱一般，所有的公民都如同一具行尸走肉，公民自相残杀的画面时时刻刻在他脑中循环，也在冲击着他的神经。这让他逐渐开始崩溃，甚至怀疑自己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，自己帮他们的理由是什么？难道帮助他们活下来，就是看着他们自相残杀吗？就在他自我怀疑的时候，他内心的种子开始发芽。在他的帮助下，那群苦难的孩子也吃上了饱饭，解救了无数个被贩卖人口的家庭，这让他的声望逐渐达到鼎盛。星球上的公民给予了他无限的尊敬和爱，而他对这个星球也产生了羁绊。虽然他的战斗能力和创造能力不是最突出的，但他有很好的管理能力。他用自身的感染力说服了委员会，给这个星球提供了很多物资。这个星球在他的带领下逐渐恢复了往日的景象。由于独裁者的影响，导致这颗星球的防御罩被打碎，这也就导致了无数只怪物入侵了这个星球。他为了保护这个星球，不惜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。虽然有的时候有些怀疑他的脑，但他的管理能力是毋庸置疑的，甚至在囚犯眼中，他都如同一个大家长一样。但是在300年后，这一切都变了。他在重建阿什塔尔过程中的功劳最大，得到了委员会的认可，并且获得了赦免权。在场的囚犯无一不为他高兴，甚至还在帮他以后做规划，而他似乎有些不舍。毕竟这个星球他注入了很多心血。众人寒暄一段时间，当他开始接受恢复记忆的时候，一切都变了。突然他瘫坐在地上，众人有些不解他是什么意思，连忙上前查看，只见他浑身发抖，嘴里在嘟囔着什么。在他眼中，他双手布满了鲜血，似乎不相信刚刚涌入他脑中的记忆。这一刻，他发现他的世界观崩塌了，那段记忆让他变得扭曲。他开始无助地嘶吼，嘴里一直在重复着对不起这3个字。此时的他祈求委员会放他出去，求求你了，放我出去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麻烦快点放我出去。不知为何原因，委员会答应了他的请求，而他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这里。一段时间后，他了结了自己的生命。莱西亚的死亡成为了叶敏俊等人的一块心结。他找回的记忆究竟是什么？他又因为什么成为了囚犯？而这一切目前都不得而知。莱西亚的遣散费仅仅120万，就让他感到了如此恐怖的记忆，这让叶敏俊想到了自己500万的遣散费。放心吧，布拉德，即使我失去的记忆是多么可怕，我也一定不会变成莱西亚那样。画面一转，詹金森秘书正在办公，此时一个精灵飞了过来，似乎是找他有事。见状，布莱尔询问对方找他有什么事，精灵却说出了一个让他心头一颤的事：在北山仓库 B39发现了有人入侵的痕迹。你说什么？居然真的有疯子敢擅闯龙族的领地吗？难道他们是想趁会长不在的时候偷袭吗？我现在马上汇报给会长，你让人加强附近的警备。精灵却表示这些似乎还不够。布莱尔皱了皱眉，你的意思是请外援吗？如果说请外援的话，那个人最合适了。与此同时，宇宙中有一架飞船似乎正朝着地球的方向前进，驾驶这艘飞船的人正是叶敏俊的妻子戴尔。叶敏俊，等着我吧，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相见了。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，世人都以为维密公主是一个高大的女人，却没想到真实的维密公主居然是一只鳄鱼。就在刚刚，詹金森得知了北山仓库一事，语气冰冷地询问二人：
仓库里的宝物都消失了是吗？布莱尔有些惶恐。是的，会长，仓库附近没发现任何线索，就连利用元素精灵的能力都无法追踪。你难道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委员会吗？你应该知道仓库里的东西有多重要吧？你现在告诉我东西被偷了，拉丽莎，我为了你花了100亿，我现在才发现你是如此的不堪，难道这就是你跟我说的实力吗？还有你布莱尔，我对你办事效率感到失望。你既然已经知道仓库会发生意外，那么你为什么不找那个人？如果以后再出现这种事情，我不介意将你替换掉。虽然不知道盗窃者的目的是什么，想来他们肯定要快速逃离地球。我会通知委员会关闭地球上的一切次元终端。现在给我立刻联系他，不管他提出什么要求，我都会满足他。通话结束后，詹金森一想到要欠他人情就感到烦躁。与此同时，叶敏俊也接到了布莱尔的电话。画面一转，几人来到北山仓库。叶敏俊观察了一下四周，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痕迹，随即转头看向布莱尔，除了动用精灵的能力，你们尝试过其他方法吗？我试过找其他人解决，却没有任何成效。如果对方使用魔法，魔法痕迹是可以被清除的。叶敏俊发现了大门附近的驱魔屏障，有他在的话，鬼魂也无法靠近这里。不过即使存在鬼魂，也会死在昨天夜里。昨天电视报道了北山发生了火灾，我本以为这是詹金森孩子们的一场领土斗争，却没想到是一场大规模的咒语仪式。一个可以打破龙族屏障的咒语，还能同时吞噬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，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，这让叶敏俊有些头痛。与此同时，精灵提出来一个观点，我们是否可以找德鲁伊去沟通动物？说不定山上的动物看到过什么。叶敏俊刚想反驳对方，却突然想到了什么，附近不可能有活着的动物，就算找德鲁伊也无济于事。如果能召唤出已经死亡的动物，紧接着叶敏俊便将手掌划破，刹那间一股黑魔法在叶敏俊手中迸发而出，黑魔法慢慢凝聚成小鹿的模样。布莱尔有些好奇叶敏俊的手段，这是死后的亡魂，即使偷盗者释放了强大的咒语，驱散了附近所有的残念，但他们仍然能记得自己死亡时发生的那一刻。画面一转，只见几个人影正在仓库门口讨论着什么。东西都准备好了是吧？众人齐齐点头。那么游戏开始了。卑劣的外星人啊，滚出我们的地球吧！叶敏俊看完亡魂的记忆后，吐了一口浊气。原来搞事的是这帮家伙呀！这帮人是一群打着人权口号的犯罪组织，他们的组织遍布全球，参与了多次灭龙行动，但都以失败告终。从那之后，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与此同时，布莱尔向叶敏俊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表示自己现在能信任的只有他了。你应该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人吧？难道你是想让我跟他们发生战斗吗？布莱尔反驳了对方。会长还有1周的时间才能回来，我只是恳求您在会长回来之前找到他们的痕迹。在会长回到地球之前，次元终端会暂时关闭。我知道了，但你应该清楚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？说说吧，我这次的酬劳是多少？布莱尔知道叶敏俊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，连忙将准备好的支票拿了出来。叶敏俊看到这张空白支票，心里一惊，没想到詹金森这么信任自己。叶敏俊挠了挠头，看样子又要被白嫖一次了。我先走了，如果有什么发现我会联系你。或许我已经知道从哪里入手了。这是一个让人深思熟虑的问题。如果某一天地球被人所占领，你会选择随遇而安，还是会奋起反抗？在此之前，在一家纹身店内，纹身师正在给兽人纹身，他的耳机却传来一些针对外星人的密谋。现在的地球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，我们需要为了人权而战。现在的人权已经变了味道，人权2字只能运用到人类身上。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做。画面一转，只见警察们正在驱散附近的哥布林，哥布林们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，正在祈求对方放过自己。为首的警察却在呵斥对方马上上车。就在警察刚准备动手教训哥布林时，朴正八突然出现阻止了对方，随即用自己独特的魅力化解了此事。看着开走的大巴车，朴正八有些感慨，就为了保护维密公主，他们控制了所有街区的交通，还真是有些让人恼火呢。与此同时，朴正八收到了叶敏俊的来电。叶敏俊询问对方是否还记得在兽人社区碰到的那个指路的兽人，他的头上有一个明显的纹身。朴正八思索了一会，金佑信，他有什么问题吗？与他无关，你能帮我问问对方的纹身是在哪里纹的吗？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不过那个纹身是什么含义？看起来是由古代语言组成的纹身，它的含义则是问候了一下兽人的全家。画面一转，纹身师杜永熙正在自言自语：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，我想我应该提早关门。随即便将大门紧锁。杜永熙刚出门就发现乌鸦将垃圾弄乱，有些烦躁地将乌鸦撵走。那帮该死的乌鸦就如同外星人一样烦人。与此同时，耳机里的声音继续传来：外星人为了能更好的生活下去，就移民到地球压榨人类。他们的狗屁移民政策不过是为了压榨人类工资，维持经济奴役的一种手段罢了。不管地球如何，他们永远有着一条退路，我们人类却只有地球。如果连地球都失去了掌控权，那么人类将一无所有。迄今为止，协会的兄弟们已经布满全国，都在秘密地开展工作。我们需要集中精力去解决对我们威胁最大的2个种族，那就是龙族和兽族。那些长满鳞片的恶魔是在幕后操纵一切的社会蛀虫，我们必须加以抵制，尽早将他们推翻和驱除。还有那些可恶的兽人，他们如同一个小猪羔一样不断的繁殖，他们就是灾难，我们必须要消灭他们。最近我们收到一条消息，
地球将迎来第8次移民。你们或许不知道他们的生物特征。据调查，他们种族几乎每天都能排卵，每次排卵能下10多枚蛋，而他们的身高更让人匪夷所思，据说平均身高3.5米。如果为了他们配套生活设施，地球又要花多少钱？而且他们就如同兽人一样，一个只会生育的种族。所以我们决定动员所有力量，去阻止委员会的第8次移民计划。而这第一步，我们需要抓到一个可以扭转局面的人物。画面一转，只见布拉德正对着面前的小矮人打招呼，对方也介绍了一下自己。奥尔加是一名翻译官。布拉德询问对方维密公主最近如何。奥尔加沉默了一会，老实说，维密公主有些不安。由于安全性的原因，委员会和两国协商的过程有些紧张。不过还好派了您这位优秀的特工前来当安全主管，但你也不用太过担心，想必公主是不会为难你的。闲聊到此为止，公主就在这个房间里。闻言，布拉德敲了敲门，打开房门后，却发现了一道奇怪的身影。突然，一双恐怖的眼神看向门外，下一秒，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传来。奥尔加翻译了对方说的话，他说：“很高兴见到你，希望你能全力以赴地保护她。”布拉德本以为维密是一个漂亮的公主，却没想到对方居然是一只鳄鱼。以无之血，黑暗聆听我的召唤吧。小子，你确定要在我面前使用黑魔法吗？就在刚刚，一名帽衫男找到了纹身师杜永熙。帽衫男表示，只要通过了这次审核，你就会成为我们之中的一员。在此之前，还有一件事。随即，帽衫男拿出了关于兽人纹身的照片。我想你应该比我清楚纹身的含义吧？杜永熙看了看照片，没理解对方的含义。在上一个时空，兽人是以奴隶的角色存活于世，所以他们不可能知道关于纹身一事。但你有没有考虑过，一旦有人知道这个纹身的含义，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麻烦？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不要再留下任何证据，立刻将你的纹身店搬走。关于警告我也说完了，现在让我们开始吧。成功的大门已经为你打开。杜永熙笑着答应了对方。就在这时，刚刚的铁皮门上出现了众多魔法结界。当杜永熙踏入门的那一刹，尽管他提前已经做了心理建设，可周围的环境还是让他冷汗直流。只见一名兽人正被绑在长条凳上，帽衫男将手中的武器递给杜永熙。你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吧？向我们证明你的愤怒和勇气吧。接过武器的杜永熙咽了咽口水，脚步逐渐朝着兽人的方向走去。走路的同时，他也在为自己做心理建设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只是报仇而已。就因为这帮兽人，才让我沦落至此。帽衫男突然开口，我已经感受到你的愤怒，是时候将你的痛苦双倍返还给他们。当杜永熙终于鼓起勇气准备下手时，只见一片乌鸦的羽毛落下，下一秒杜永熙的双手不见了。与此同时，在暗处里缓缓浮现出一道人影。帽衫男有些震惊对方的手段，外面的结界没有丝毫被破坏的痕迹。此人究竟是谁？想必阁下应该知道我们是谁，那你应该清楚惹到我们是什么下场，是吗？那我还真想知道我是什么下场。在此之前，叶敏俊根据朴正八给的线索找到了这里。就在此时，叶敏俊缓缓抬手，一股红色气息随之出现，下一秒将手掌合拢，刚刚还在兽人身上的魔法阵便消失了。帽衫男看到叶敏俊刚刚的动作，推断出此人必定是一位强大的魔法师。如果只拼魔法的话，我们不可能赢得过他。但是你会懊恼自己惹上了我们，因为我们在女巫联盟那里获得了魔法盾，不管是什么魔法，对我们来说都不起作用。突然的爆炸声打破了帽衫男的幻想，只见他身边的一名队友失去了生命，这一幕吓坏了其他几人，而他身上的魔法盾也没有起效。此时的帽衫男才真正感受到恐惧。难道他是一条龙吗？这种能力只有龙才能做到。你先走吧，这里由我来断后。尽管黑魔法会让我损伤寿命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得不用此招。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必须要拖住你。以无之血，黑暗聆听我的召唤吧。与此同时，叶敏俊也开始吟唱起咒语。下一秒，魔法师头上突然发生了爆炸，这让帽衫男更忌惮叶敏俊的能力。幸好这个家伙给我拖了一些时间，否则我的咒语不可能完成。身为魔法师的你应该知道我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吧？这可是能撕碎物质和精神领域的存在。帽衫男话还没说完，脸上就流露出仿佛看到怪物一样的神情，因为在他眼前是一个更大的影子怪物。这给帽衫男吓得劲儿一缩。小子，现在开始一场我问你答的游戏。画面一转，只见叶敏俊坐在桌子上盯着面前的人，还不错，醒得比我预计的早了几秒。帽衫男质问叶敏俊，为什么奥斯陆学派的人要敌视我？听到这话，叶敏俊一愣，奥斯陆吗？那家伙可是一个被26个国家通缉的罪犯，奥斯陆学派的大师，一个臭名远扬的黑魔法师。看样子他将我认成奥斯陆学派的人了。不过这并不重要。下一秒，叶敏俊便将手中的虫子弹到对方鼻子里，可对方仅仅憋了一口气，便将虫子给驱赶出来。省省吧，好歹我也是一个黑魔法师，就这种小动作还不可能让我招供。听到这话，叶敏俊突然来了兴趣，看样子我只能动用一些手段了呀。刚好我最近碰到了一条龙，当我碰到它的时候，它已经1000多岁了。可仅仅过去了几个小时，他便去了另外一个世界，你知道吗？我本以为他是世上最可怜之人，想来从今天开始，这个最可怜之人的名头可以换人了。现在的你只会后悔自己为什么会活在世上。男人出现不过3秒，便让一名女子爱上了他，
而这名女子也不是别人，正是我们鳄鱼版的维密公主。就在刚刚，布拉德在奥尔加口中得知维密公主的生活习性，在她生产之际，方圆10米内不能有人存在。与此同时，叶敏俊在审问完茂山男后，也赶到了维密公主这里。得知维密公主在生产后，让他感到不可思议，为什么她能在上午生产？这和他记忆中的史坦族有些出入。叶敏俊没有在意，反而叫来布拉德，把人权联盟的事简单讲述了一下。布拉德得知此事后，似乎也知道了人权联盟的意图。那你此次前来就是来保护维密公主的吧？就在此时，隔壁传来一阵巨响。布拉德告诉叶敏俊，这声来源于维密公主，这是公主下蛋的声音。这让叶敏俊陷入了沉思，他似乎在哪里听过这种声音。布拉德表示，这是史坦族女性每天都要承受的，这被他们称之为大自然的诅咒。叶敏俊内心深处的记忆却告诉他不是这样，这让叶敏俊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，自己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？还没来得及多想，就被布拉德打断。二人闲聊了一会，便回房间休息。隔天，酒店外出现了大量的安全人员。与此同时，维密公主也换了一套崭新的皮肤，准备出门。奥尔加将维密公主的行程告知了叶敏俊二人，布拉德却在这次的行程中发现了异常。表面上对方是想去逛街，其实是为了观察地球，为后续的移民做准备。画面一转，几人已经在车上闲聊起来。不过在这场闲聊中，叶敏俊察觉到了一丝异常。在我来之前，翻阅了很多关于史坦族的信息，有很多信息可以对得上，但有一点和我的记忆有出入，那就是关于生产的问题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史坦族女性一旦产下受精卵，就会停止排卵几十年。如此看来，在我成为囚犯之前，还有一些记忆没有被全部抹除，只不过目前的我无法唤醒那层记忆。据说格兰科星球也是一个由不同种族组成的星球，史坦族在他们星球上有着绝对的武力，但也是因为他们的强大，他们不得不对抗所有种族，最后他们还是以失败告终。因此史坦族成为了格兰科星球上地位最低的种族。这让叶敏俊有一事没想通，随即开口询问公主殿下，很多地球人都认为您来地球是为了后续的移民做铺垫，这种谣言的确存在，不过这属于无稽之谈。地球的气候和社会基础设施与我们格格不入，这颗渺小的星球无法接纳我们，即使我们想要移民到这里，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做准备。其实在维密公主来地球之前，有人承诺她只要将此事处理好，她便可以获得一个生育的机会，这也就意味着她可以除掉其他公主。当然这一切叶敏俊一无所知，不了解真相的他还在询问对方，那您是来做生意的吗？维密公主并没有说话，反而让司机开向养老基金公司。公主殿下，您跟这家公司有预约吗？您这样突然到访，怕是会引起骚乱。维密却告诉叶敏俊不用担心，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这样，他要对方公司乱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养老基金公司也收到了通知，维密公主还有5分钟到达，这让办公室的所有人都慌了起来。此时的维密公主也告诉了叶敏俊她来地球的真正目的，她只是来讨回之前的烂账而已。几人刚下车，便看见对方公司已经有一群人在候着。看对方慌张的神情，公主殿下这一招的确是一针见血。从一开始，公主殿下就给司机胡乱指了一个位置，谁都没想到最后会来到这家公司。当叶敏俊看清这家公司名字的时候，不由得感慨了一句，原来是这家公司啊。由于对方老板不在，几人只能稍作休息。大概等了2分半，门口传来了声音，为首的老人走了进来。此人正是这家公司的总裁，而他也是叶敏俊之前在商场碰到的那个老熟人。一位堪比神明之人，居然被一群虫子所压制，只因这些虫子有一个特殊的能力，那就是不死不灭。就在刚刚，维密公主找到了债券的负责人，叶敏俊二人只能待在外面等候。让叶敏俊没想到的是，欠款之人居然是他的老熟人吴满直。由于他不了解事情经过，只能让凯茜找政府调查一下真实情况。没过一会，凯茜便将调查到的内容发了过来。吴满直不知为何缘由，开始大面积淘金，可没过多久，黄金的价格便开始大跌，而他却没有放弃，反而选择了继续冶炼加工。当他马上要支撑不住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找上了他，那个人给他带来了一丝生机。对方制作了一款名为 MSF 的过滤器，这个过滤器能帮助他更好的合成黄金。对方最后用极低的价格打动了他，可他却表示自己公司已经没有流动资金了。对方却表示你可以先签署债权，等公司情况好转的时候再还上即可。最后吴满直答应了对方，可事与愿违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公司的收入逐渐变少，漫天的债券电话蜂拥而至，直到有一天，债券被转移到了其他人名下，而这个人就是维密公主。此时的吴满直做了一份如何偿还债券的 PPT， 可维密公主对此并不买账。现在的你只有2条路可选，要么还清债务，要么把公司股份转让给我，你最好考虑清楚，我的手段你是知道的。吴满直无奈地低下了头，表示给自己1天的思考时间。画面一转，维密公主已经回到车上，当她正在大快朵颐的时候，叶敏俊嗅到了一股异常的味道，这股味道不属于维密公主，反而像是昆虫交流的信息素。就在此时，车外出现了大量飞虫，这些虫子不知为何原因，全部朝着叶敏俊车上袭去。叶敏俊发现虫子后便感觉中了埋伏，与此同时，大量的虫子已经来到车旁，仅过去几秒，由钢铁打造的战车便成为了一堆废铁。
而这些虫子就是被委员会认定的一级灾害生物。它的金属外壳坚硬无比，甚至可以作为宇宙飞船的一部分。当它看到敌人时，就会折叠翅膀并产生磁场推动它高速飞行，被它撞到不亚于被一艘迷你的飞船击中。就在此时，一股黑紫色的光芒冲天而起，只见叶敏俊将维密公主扛了出来。叶敏俊为了保护维密公主，自己也受了不少的伤害，而其他人早已失去了生机，还没调整好身形，大量的虫子又席卷而来。就在此刻，叶敏俊咬破嘴唇，下一秒一股炙热的火焰喷涌而出。本以为用火焰融化他们的大脑即可，却没想到这帮虫子根本无惧烈火，直直的冲了出来，这让叶敏俊有些吃惊。本想用魔法观察一下虫子的构造，却没想到这些虫子不是靠生命力，而是靠魔法力。这就代表着有人在背后操控着他们，这也就表示了他们不死不灭。与此同时，布拉德在下面提醒叶敏俊，他们的目标是维密公主。得知对方的目标是维密公主后，他便想到了一个地方可以阻挡这些虫子。紧接着，他便抱着维密公主冲了出去。由于抱着维密公主无法安心战斗，只能先将她送到安全的地方再做打算。很快，他便回到了自己的事务所。与此同时，叶敏俊用心灵感应让书店老板菲尔德把结界打开。下一秒，一道黄色的结界将虫子隔绝在外。回到事务所后，叶敏俊观察了一下四周，而倒霉的菲尔德再一次的被牵扯进来。叶敏俊告诉众人不用担心，他已经通知了移民局解决这些虫子。与此同时，维密公主正在手舞足蹈的说着什么，由于缺少了翻译，叶敏俊也无法弄清楚对方什么意思。刚准备用心灵感应交涉一下，便见维密公主大叫起来。安慰一番后，叶敏俊询问对方今天是否有接触过什么人，或者是触碰过什么东西。首先要确定的就是您体内的化学物质来源于哪里，您吃的食物可以率先排除，因为这是有专人负责的。而且那群虫子并没有攻击您的族人，也就代表着不是在空气中释放的化学物质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，那就是您今天触碰了什么东西。看对方手舞足蹈的样子，似乎是听明白了叶敏俊说的话，但叶敏俊完全听不懂对方的话。就在这时，菲尔德表示叶敏俊需要一个翻译，随即便让东哲将仓库里的东西拿出来。没过一会儿，东哲便拿着东西回来了。没想到菲尔德说的东西是张太俊家里的那个平底锅。看到平底锅，才让叶敏俊想起这家伙是可以当翻译的，因为他可以通过精神交流。叶敏俊刚拿起平底锅，便说出了让一群人尴尬的话：“主人，您今天想怎么处理我？我已经开始期待了呢。”死了！布拉德真的死了，仅仅一个照面，布拉德就被对方一招带走，而他的尸体却被凶手随意摆弄，为的只是激怒叶敏俊。在这之前，叶敏俊让平底锅与维密公主交谈一番。与此同时，叶敏俊又收到了关于吴满直的消息，不知为何缘由，吴满直居然跟人权联盟扯上了关系。没过一会儿，平底锅便问清楚了维密公主一事，对方表示今天没有碰到过任何奇怪的东西，但接触了一些人类，其中嫌疑最大的人便是吴满直。听到这话，叶敏俊有些心寒。画面一转，布拉德收到了叶敏俊的信息，叶敏俊让布拉德去追踪袭击维密公主的幕后黑手，想要追踪到他们，只能靠你的能力，因为布拉德的能力有透视功能，并且自带千里眼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有从物体上感知事物的能力，在他的眼中能看见的不是魔法痕迹，而是比魔法痕迹更细微的东西。此时的布拉德正吹着家乡的小曲指引着司机。现在的他有些开心，因为只要能抓到人权联盟的人，他便可以脱离囚犯的身份，因为他只需要交够7万的达兰特。可现在的他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画面一转，几人来到了地下车库，布拉德提醒身后几人小心行事。话音刚落，布拉德便发现了异常，只见一个男人正大摇大摆地站在他们面前。布拉德有些好奇对方为什么会现身，看他的架势似乎是在等我们。就在这时，男人吟唱了一段咒语。当布拉德看清对方样貌时，吓到瞳孔俱缩，惊慌失措的让众人快跑。就在布拉德刚准备逃跑之际，一道激光就已经划过他的身体，其他几人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看见了让人惊悚的一幕。画面一转，吴满直正看着手中的股份转让合同伤神。我为了炼金工厂能开下去，变卖了所有财产，为了保证人才不流失，欠下了高额的贷款，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。为什么我如此努力，到头来却落到如此下场？或许那个家伙就是跟维密公主一伙的，为的只是能更好的拿捏我。不过在那家伙来之后，人权联盟的人也找上我了，他们为了拉我入伙，观察了我很长时间，只要我能完成他们的一个测试，他们便会替我偿还债务。而这个测试便是让我等维密公主来的时候接近她，到时只需要做几个简单的动作即可。为了公司能周转下去，我还是答应了他。就在此时，吴满直办公室的电话响了起来。电话接听后，却听对方说，公司楼下来了很多移民局的特工，而这些特工正是叶敏俊等人。此时的吴满直已经被吓得魂不守舍，移民局的大名自己早有耳闻，一旦落在他们手里，关于人权联盟的事我便隐瞒不住，那时的我会陷入更恐怖的境地。既然如此，横竖难逃一死，那我不如自己了结自己，只要我将他吃下，我便可以彻底解脱了。就在此时，门外突然出现了几条树枝，将要寻死的吴满直控制起来。将吴满直控制起来后，叶敏俊阴沉着脸看着对方，吴满直先生，现在告诉我关于人权联盟的一切消息。对不起了，叶敏俊老师，我有权保持沉默。很好，
既然你不肯开口，那便不要怪我心狠手辣。老师，为什么连你也站在他们那面？在第7次移民的时候，我们很欢迎精灵族，而我们没有对精灵族做过任何事情，为什么你要对我们斩尽杀绝？听到这话，叶敏俊脸黑了下来。或许你并不知道，我人类血脉占了80%，精灵血脉占了20%，可这又能代表着什么呢？就因如此，你就选择加入人权联盟吗？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？难道是要消灭世上所有的非人类生物吗？亦或者说把他们赶出地球？叶敏俊老师，别白费力气了，我是不会说的。很好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就不要怪我不讲情面。原本我打算亲自审问你，现在我只能把你交给龙族了，这也会让我轻松很多。而他们会用一种魔法刺激你的大脑，会让你心甘情愿的开口，在你脑中所有记忆都会暴露出来，但这个过程是极为痛苦的，至少在你全盘托出之前，你是不会死的。就在此时，叶敏俊手机响了起来。当叶敏俊接听后，一个消息让他的心情跌入谷底。画面一转，叶敏俊已经来到地下车库，身旁的精灵告诉叶敏俊，布拉德的灵魂已经不在附近了。委员会其实囚禁了所有囚犯的灵魂，他们会用一种特殊的魔法将灵魂转移到躯体上。委员会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才能使用这种魔法，但对于一个离开肉体的灵魂，现在就算是委员会也无法找到。而这也就代表着布拉德真的死了。很好，你们成功的激怒我了，你们这帮该死的家伙！既然你们不仁，那便不要怪我不义。该死的家伙们，感受一下我的怒火吧！躲在肮脏下水道里的臭老鼠，你终于肯现身了呀！你真是让我好找啊！准备承受我全部的怒火吧！在此之前，叶敏俊通知布莱尔，必须把维密公主送回他们的星球。你可以联系詹金森，让他重新开启航站楼。记住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必须把他送回去，因为现在的情况，他已经不再适合待在这里。你应该知道维密公主出事，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麻烦。现在的我没有精力保护她，因为我要找到那个家伙，并且撕碎他。画面一转，一个航天飞船内，詹金森正在查看一些资料，却发现了一个种族独自前往了地球。还没来得及查看，便被身边之人所打断。对方表示布莱尔在找您。布莱尔告知了詹金森地球上刚刚发生的情况。听到布拉德战死后，詹金森不免地叹了口气。没过一会儿，布莱尔告诉叶敏俊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只要你联系维密公主即可。听到这话，叶敏俊连忙下达指令，通知维密公主与她族人立马收拾一下随身物品，你们要将他们安全地送到航站楼。画面一转，维密公主与叶敏俊已经在候机厅等候。有些无聊的叶敏俊又想起了布拉德，他明明马上就可以摆脱囚犯的身份，以他的能力很容易获得荣华富贵，只可惜，就在此时，维密公主拿着平底锅走过来。叶敏俊知道对方的意图，便把手搭了上去。对不起，似乎是我的原因导致了你的朋友死亡。关于这件事，我很对不起他。公主殿下，这并不怪你，只要出任务就会有所伤亡。就在此时，外面出现了一声惨绝人寰的叫声，一名工作人员不知为何痛苦地跪在地上。此时的他如同融化的蜡一般，浑身都在溶解。听见声音，叶敏俊很快赶了出来，而这也让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人。很好，这让我省去了找你的麻烦。只见杀害布拉德的男人缓缓走了出来，而他周身站满了众多失去意识的丧尸。此人正是被26个国家通缉的黑魔法师西奥。好久不见，叶敏俊，这些丧尸可是我专门为你布置的舞台。此时前往航站楼的大桥上也出现了大量丧尸，甚至还有一些丧尸正在水里行走。而这些丧尸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摧毁前面的发动装置。此时的叶敏俊赶回了房间，并通知布莱尔让他带着公主殿下先上车，并且启动那艘宇宙飞船。身为詹金森的秘书，我想你应该知道那段特殊的代码。布莱尔有些吃惊，为什么他会知道这件事？那是由委员会牵头打造的一艘宇宙飞船，并且只有得到委员会的允许才可以使用。想要启动它，必须要输入一个委员会给的代码。不过在紧急情况下，有一个特殊的代码可以在未经委员会通过的情况下使用。这个男人究竟是谁？他连这种隐秘的事情都知道。与此同时，叶敏俊通知附近所有特工，保护公主一行人前往宇宙飞船。布莱尔，公主殿下就交给你照顾。很快，叶敏俊便赶到战斗的中心，并且发现了躲在丧尸群里的西奥。刹那间，叶敏俊已经出现在对方头上。你还记得你毁了我的学校吗？那时的你身边有着2条龙，可现在这里只有你和我。你这个只会依靠龙族的家伙，我会用真正的黑魔法把你撕成碎片，是吗？我可是有些不记得了。不，我还是比较期待，究竟是谁撕碎谁？此时的西奥已经逐渐癫狂，操控着丧尸群朝着叶敏俊扑去。可丧尸堆里突然出现一道道红光，叶敏俊仅仅一个阵起，便将周身的丧尸全部抹杀。此时的叶敏俊周身散发着无穷的杀气。你就这点能力吗？西奥不屑一笑，将手向上比了一下，突然一道巨大的能量呼啸而出。为了杀死你，我可是创造了10几种咒语，不让你全部品尝一下，我是不会让你死的。砰的一声传来，所有的魔法咒语在这一刻炸响。西奥癫笑着看着自己的杰作，随着烟雾的逐渐消散，叶敏俊的身形也随之出现。看样子我还是高估了你，你的能力也确实到此为止了。
仅仅一个眼神，便吓得男人根本无法升起反抗之心，而这也在男人身上种下了一颗复仇的种子。为了复仇，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就在刚刚，西奥不管使出任何招数，都无法伤到叶敏俊分毫，而这也让他逐渐开始怀疑自己。为了解决他，我准备了一切。那些祭品的哭声一直在我脑海中循环，但是究竟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准备了如此之多，还是无法打败他？这个该死的家伙到底是什么人？画面一转，属于西奥的故事随之出现。西奥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可他却没有继承父母的衣钵，反而走上了一条相反的道路。他在黑魔法的天赋上独断万古。不知过了多少年，他出现在欧洲的某个贫民区，几名兽人虔诚地感谢他，因为他不仅给了他们食物，并且还给他们找了一份工作。此时的他并不讨厌兽人，在他眼中，兽人只是他研究黑魔法的工具而已。因为没人会在意兽人们的死活，即使兽人们在欧洲大量失踪，也不会有人去追查，这让他变得更加肆无忌惮，甚至在一些城市中大肆宣传自己。他乐于帮助兽人提供食物和工作，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研究他的黑魔法而已。直到有一天，军队开始围剿西奥等人，而叶敏俊和龙族也降临到这里。为了此次行动，龙族派出了很多巨龙，而军队们也发现了西奥的工作间，这里简直不能用任何话语来形容。此时的龙族与叶敏俊已经将奥路斯学院摧毁，并且龙族还派发了悬赏令。与此同时，西奥也跑了出来，他没想到真的会有人追查关于兽人的事。或许是因为在兽人消失后，国家内大部分的工种都失去了人手，而这让他更加记恨叶敏俊与龙族。他认为叶敏俊与龙族不过是伪善者，而他为了复仇，开始了更残忍的计划。可他缺少金钱支撑，这时人权联盟找上了他，双方也达成了合作。画面一转回到现在，西奥看着叶敏俊毫发无伤地走了出来，这让他变得更加癫狂。忽然一道光线贯穿了西奥身体，只见叶敏俊冷声道：“太聒噪了，把你的臭嘴闭上。”此时的西奥缓缓起身，胸口的伤洞正在逐渐愈合。我还真是有些好奇，你能施展如此强大的黑魔法，为什么你还能存活于世？像你这样的伤口，你早该死了。可是为什么？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将身体卖给了龙族，才换来如此强大的生命力，否则你根本无法承受黑魔法的反噬。现在的你根本不配叫做黑魔法师。黑魔法吗？那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黑魔法吧。好好看着吧，什么才是黑魔法？西奥看到对方认真的模样，有些兴奋地颤抖起来。很好，那就让我看看你所谓的黑魔法吧。此时的西奥胸口上逐渐开始出现红色的血泡，看到这一幕，叶敏俊都不由得感叹一句：这家伙绝对是疯了。西奥深知自己无法逃跑，那不如你也陪我留下来吧。叶敏俊，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我原本是不打算用这招的，因为我不喜欢让我自己感受到痛苦。但临死之前，我也一定要拉你做垫背。这一切只能怪你自己，谁让你没能在欧洲的时候杀死我？现在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。当西奥消失的那一刹那，天上的云开始大面积聚集，这一幕仿佛就像世界末日一般。下一秒，一股蕴含毁灭之力的紫色龙卷风随之出现。见此，叶敏俊也连忙后撤。此时的叶敏俊为了不生事端，连忙蓄力起魔法。刹那间，一股恐怖的力量呼啸而出。可下一秒，叶敏俊傻眼了。刚刚的魔法对面前的龙卷风没造成任何伤害，没想到西奥居然真的献祭了自己的肉身，使用出了最后的黑魔法。不过更让叶敏俊头疼的是，龙卷风里还存在着虫群。这些虫群虽然杀不了叶敏俊，一旦无法有效阻止他们，那一定会波及四周的城市，届时所有的城市便会化成灰烬。这种数量的虫群，我一个人根本无法阻止。詹金森不在的话，我只能求助于其他巨龙了。就在此时，传送门中突然出现了一架宇宙飞船，不过叶敏俊并没有理会。现在他最重要的精力是解决面前的虫群，想要阻止他们一段时间的话，看来我这条手臂是保不住了。就在此时，一股恐怖的威压袭来，叶敏俊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缓缓朝上看去，只见天空之上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，大到连天空似乎都无法装下它。叶敏俊有些不解，为什么他会在地球上？在我刚成为囚犯失去记忆的时候，是他告诉了我目前的处境，甚至还给我讲解了以后要做的事情。他是管理着无数种族和囚犯的委员会之一，一个来自远古的种族恩德利昂。维密公主的真实意图终于暴露了，特工们为了保护她，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将她护送上飞船。可下一秒，布莱尔身后便出现一把手枪，只因维密公主就是盗取龙族宝藏的罪魁祸首。就在刚刚，身为委员会之一的恩德里昂来到此处，叶敏俊不禁有些奇怪，他到此的目的是为何？以他的身份，应该不可能来到此处。突然，恩德里昂的眼睛爆发出刺眼的光芒，紧接着一个巨大的黑洞随之出现。黑洞正在不断吸收附近的虫群，此景就如同饕餮进食一般恐怖。这些虫群全部被黑洞吸入到深渊里。深渊是一个连委员会都束手无策的空间，那是一个只能进不能出的空间，并且一些穷凶恶极的囚犯也在里面。万幸的是，恩德里昂控制着黑洞，否则附近的一切生灵都将被吸收进去。就在此时，一道黄色的光芒浮现在叶敏俊身前，只见一个胖胖的龙族精灵出现，他将布莱尔现在的遭遇告诉了叶敏俊，而这也让叶敏俊感到无比愤怒。这帮该死的鳄鱼真是不知好歹！在此之前，当叶敏俊还在与西奥战斗时，
特工们为了保护维密公主，不得不与丧尸们战斗，而这也导致了不少特工为此受伤。一名鳄鱼将受伤的特工抬进飞船上，布莱尔只能以大局为重，准备去启动飞船。就在此时，布莱尔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这里有詹金森会长宝物的共鸣声，我可以确定会长的宝物在这里。这种声音是其他种族无法捕捉的，而我接受过会长的训练，这种声音我太熟悉不过了。在我检查飞船的时候，飞船的重量与之前的确有所不同。在上飞船之前，理应会检查一下他们所携带的东西。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，大部分都会省略这个步骤。不好意思了，各位，我现在要检查一下货舱。在人群中的维密公主露出了一丝让人察觉不到的神情。现在的史坦族无法相信，可面前的特工又无法帮助我。以目前的处境，似乎只能找他帮忙了。画面一转，只见男人正欣赏着面前的照片，手底下的人正在向他汇报信息。分部长大人，除了西奥，还有北山仓库需要向你汇报。男人有些疑惑，那任务不是已经失败了吗？还提他做什么？部长大人，詹金森里面的宝物被人偷了，被偷的时间与我们是同一天。那场大火根本不是詹金森所为。闻言，男人呆愣住，难道说那场大火只是为了让詹金森的注意转移到我们这里吗？到底是哪个该死的家伙，居然敢陷害我？与此同时，一把手枪悄然出现在布莱尔身后。维密公主用英语威胁着对方，立刻去启动特殊代码。如果你想活命的话，千万不要耍小动作。见状，布莱尔只能被迫的输入代码。此时的布莱尔正在思考对策，以及对方来地球的真正目的。难道说关于移民的事都是他们编造出来的谎言吗？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会长的宝物吗？不管对方出于什么目的，会长的宝物都不可以让他们带走。就在此时，布莱尔的手上出现了一丝让人察觉不到的光芒，光芒逐渐汇成一个金色小球，去找叶敏俊特工，将这里的一切都告诉他。与此同时，叶敏俊正准备前往布莱尔的方向，可由于丧尸的数量太多，其他的特工也陷入了苦战。叶敏俊只能一边解决丧尸一边赶路。就当他刚准备提醒特工时，一道刺眼的光芒出现，恩德里昂与丧尸一同消失了，机场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叶敏俊还没来得及多想，就准备动身去找布莱尔。就在此时，一道熟悉的声音在他背后出现：“你这么着急是要去哪里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老样子。现在的你过得还好吗？”这熟悉的声音让叶敏俊有些颤抖。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戴尔笑着回答：“当然是搭着飞船来的。”这让叶敏俊想起了刚刚战斗时出现的飞船。不过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，维密公主的飞船马上要开走了，我必须要阻止她。不好意思，戴尔，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，我还有些事情要做。叶敏俊刚想离开，却被戴尔抓住了手臂。叶敏俊，你太过分了，我们这么久没见，你的注意力不应该在我身上吗？叶敏俊没有丝毫犹豫，瞬间就挣脱了戴尔的束缚。实在抱歉，我这里真的有很紧急的事情要处理。由于刚才耽误的时间，飞船马上要穿过时空了。此时的戴尔浮现了滔天的杀意。当叶敏俊还在追赶飞船时，一道触手突然抓住了马上要消失的飞船。看到这一幕，叶敏俊傻眼了。这个触手他再熟悉不过了。只见戴尔语气淡漠地开口：“那里面究竟有什么，让你一直魂不守舍？你的注意力为什么不放在我的身上，我亲爱的老公？”当维密公主被抓住的那一刻，关于史坦族的阴谋也浮出水面。然而积怨已久的戴尔在此刻也爆发出了无穷的怨恨。很久以前，维密公主还处于幼年时，她的父母便一直给她灌输一种思想，那就是在他们的星球里，所有的外来种族都是入侵者，并且还给年幼的维密讲了一个故事。在某一天，委员会突然下达了一条指令，他们的星球被委员会指定为被移民的星球。本以为这是一种荣誉，却没想到这是一场灾祸。这些种族并不感谢史坦族为他们所做的一切，反而号召所有种族一起推翻他们。这些入侵者从每月一次的突袭改变成每天一次，这让很多史坦族的女性无法正常生育，这就导致很多史坦族女性在被突袭的时候丢失了性命。由于入侵者的不断压迫，导致史坦族的男女被他们分开管理，这也就代表着史坦族失去了繁殖与生育的自由。当故事讲完时，他的父母告诉他，永远不要忘记这一切。维密公主来地球之前，某个神秘之人找上了她。我相信你已经考察过地球很多次了，如果你们想移民地球，只需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即可，而我会去说服委员会。听到这话，维密陷入了沉思。他并不看好移民这事，但他想反抗星球上的那股势力，他又必须得到委员会的支持。思考良久，维密还是答应了此事，并且询问对方代价是什么。在黑暗中，那双猩红的眼睛显得格外明亮。代价很简单，只要公主经常去拜访地球，当你往返地球的时候，用你的飞船给我运输一些货物即可。画面一转，戴尔已经控制触手将飞船切断，飞船里的所有人都不免跌落下来。戴尔让叶敏俊放心，里面的东西都完好无损。不过让戴尔好奇的是，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让叶敏俊如此上心？一时之间，叶敏俊也无法解释什么，这让一个本就心有怨恨的女人醋意大发。戴尔观察着掉落的每一个人，直到布莱尔在他眼中出现。难道你就是为了这个女人不理我吗？下一秒，戴尔眼中爆发了一股特殊的力量，只见布莱尔眼前出现了一只血红色的眼睛，正死死地盯着他。那只眼睛仿佛能看透他的灵魂，
这给没什么战斗经验的布莱尔吓得花容失色。叶敏俊本以为戴尔要教训一下维密公主，向戴尔指了指维密公主的位置，表示她才是罪魁祸首，这让戴尔感到无比生气。叶敏俊，你现在告诉我你喜欢一只鳄鱼是吗？我从那么老远过来，你告诉我你现在喜欢一头鳄鱼？叶敏俊，你真是该死啊！叶敏俊有些无奈，只能用3、2句话语先搪塞过去。不好意思了，维密公主，你作为北山仓库一案的主要嫌疑人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被逮捕了。没过多久，史坦族全部被控制起来，而这也代表着维密公主想让史坦族重获自由的希望破灭了。画面一转，戴尔似乎一个人等了叶敏俊很久。就在此时，叶敏俊赶过来，不好意思，戴尔让你久等了，因为刚刚的事件有很多事要我处理。戴尔流露出一股小女人的姿态，表示没关系。二人面对面沉默许久，最后还是戴尔率先打破了沉默。对于刚刚的事，我表示很抱歉。这让叶敏俊感到不可思议，现在的他居然会道歉了。这要是放在以前，他只会比这做得更过火。其实我应该更冷静一些的，好在没酿成什么大错。至于那个精灵族的小姑娘，出于歉意，我给她留下了一份小礼物。看到戴尔现在的模样，叶敏俊有些欣慰。不过更让我诧异的是，戴尔居然有恩德利昂的血脉。本以为他这次过来是杀我，却没想到阴差阳错之下帮了我一个忙。叶敏俊有些好奇戴尔来地球的目的是什么，随即便开口询问。其实我来地球有几个缘由，其一是我想认真的看看，毕竟我们很多年没见了；其二便是我想对你说一声抱歉。跟你结婚的那几10年里，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，只要我杀死你，你就可以获得自由。而我为我以前幼稚的想法对你表示抱歉。随后二人闲聊了一段时间，戴尔突然开口表示我现在要走了。二人对视许久，叶敏俊似乎想开口说些什么，可最后还是咽了回去。再见了，亲爱的，我会期待我们下次重逢的那一刻。画面一转，叶敏俊已经回到事务所，此时的他正用电脑查找着资料，这是委员会指派的第47号特别任务的机密情报。幸亏有戴尔的帮助，我才可以获得委员会的一些秘密，尽管信息不多，但这却足够了。毕竟这是有关于恩德利昂的信息。我亲爱的前妻，你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？只因男人做了一件事，便惹上了一个天大的麻烦。一条存在500年的规则被男人打破，而这关乎于所有囚犯的性命。在此之前，叶敏俊与詹金森碰面，你应该知道吧？为了避免被委员会处理掉，我每个月都要缴纳一笔额外的费用，所以我希望你尽快将钱打给我，毕竟这可价值30万达兰特呢。詹金森看着窗外沉默不语。画面一转，他带着分期付款的 PPT 来到会议室。这次的委托的确有些麻烦，但你张口就是30万达兰特，是不是太不要脸了？并不是我不想遵守承诺，你应该知道，如果我把这笔钱给你会带来什么，需要缴纳一笔特殊的费用。那你也应该知道，如果我支付你这笔酬劳，那么这个特殊的费用就会上浮90%，这就代表着我需要准备300万达兰特。听到此话，叶敏俊缓缓起身。我想你应该还不知道吧，在这次的事件里，委员会奖励了我20万达兰特，而我为了解决你私人问题受尽了折磨，你却给了我一张空白支票。我们单从这一点上来看，你欠我的只会比委员会更多。难道你忘了张太俊一案了吗？那家伙应该有不少钱吧，所以无论如何，这300万你都逃不掉。画面一转，叶敏俊已经回到事务所。与此同时，詹金森也传来加密通话。叶敏俊闭着眼询问对方事情进展如何，仿佛这一切跟他一点关系都没。詹金森沉默了片刻，我用我的信誉做贷款，连300万都贷不到。闻言，叶敏俊并没有感到奇怪，反而询问对方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此时的詹金森暴跳如雷，30万的酬劳，我要付270万的特殊费用，这简直无法理喻。所以呢，你想做什么？我建议你打消那个念头，我怕我听到一些不该听见的声音，我这是有理有据的探讨而已。不如你先听听我的意见。随即詹金森便将他脑中的计划告诉了叶敏俊，这和叶敏俊之前的计划不谋而合，直接从委员会里获得补偿，这就需要詹金森在里面配合。看叶敏俊久久没有回应，反问道，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吗？随后便听对方说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存钱吧。画面一转，叶敏俊正在查找着什么。最近发生了很多事件，所以我的收入也明显的提高了。如果未来以这个趋势发展下去，自由2字不再是说说而已。一想到自由，叶敏俊叹了口气，我本以为你是第2个获得自由的人，却没想到你就这样走了。与此同时，叶敏俊的电脑上突然出现了几封邮件，而这些邮件大部分都是一些与叶敏俊等人交好的囚犯所发。邮件的内容大同小异，基本都是惋惜布拉德。就在此时，一封邮件让叶敏俊小心。就当叶敏俊刚准备查看那封邮件时，一个血红色的邮件突然蹦出，而这个邮件的发送者是委员会，其内容则是以后会不定期检查费用审计，大概的内容就是需要彻查囚犯的费用问题。看到这条邮件，让叶敏俊无比震惊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无论我怎么想，我都没有做错任何事，尤其是那第4条规定，如果自己敢不配合，那么等待自己的只有死亡。此时的叶敏俊有些泄气，整整500年没有人管过他了，为什么他突然冒了出来？尽管我努力回想我之前做过的事，我也没想到我做错了什么。难道是因为詹金森和戴尔吗？只有他们2个帮助过我，即使这样也会被他们发现吗？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似乎只能找人提供帮助了。
可我现在根本联系不了戴尔，因为所有的网络都会被委员会监测到。目前唯一的办法就只能等他了。现在的叶敏俊就如同一颗忘妻石，只能等戴尔打电话过来。不过让叶敏俊更加好奇的是，他们到底在谋划着什么？让叶敏俊感到头疼的事还是来了。委员会派来的审计正在调查叶敏俊，而他也问出了一个尖锐无比的问题：你是否有收过一笔不明费用？在此之前，叶敏俊如同忘妻石一般等着戴尔的电话，却没想到打电话之人却是布莱尔。布莱尔表示维密公主想找他聊一下，毕竟他是来自其他星球的人，詹金森并不能随意干涉，这让叶敏俊有些头疼。碍于对方的身份，他并不能动用其他手段。案子现在是什么进展了？简单跟我说一下。在他被逮捕的这段时间，他一直主张自己有权保持沉默。可昨天他突然说他要发表一份声明。然而就在今天，委员会通知我们将此案进行司法移交，并且要引渡他，因为这里牵扯了关于地球的各种条约。这就是让詹金森感到棘手的原因，因为无论如何，维密公主最终还是会移交委员会处理。你应该知道委员会的手段，他们会将调查后的结果隐藏起来。如果我们没获得任何信息，地球会再一次成为被戏耍的受害者。为了地球的声誉，我们只能靠你了。闻言，叶敏俊良久没有说话，因为他正在思考对策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这件事交给我吧。隔天，叶敏俊刚准备出门，可突如其来的信息打断了他的计划。紧接着，他便来到一处铁皮房外，而他也正在盘算如何尽快打发走里面的人。当他进门的那一刻，只见面前正端坐着一个西装革履之人。好久不见，你终于来了。过去了这么久，你还是以人类的形体来到了地球。我是这次审计的调查员，请你配合我的工作。随即，二人做作的握手表示问候。好了，让我们开始正题吧。叶敏俊特工，为什么你账户上的余额突然以爆发的模式增长？请你给我一个合法的解释。随即，叶敏俊缓缓开口，因为最近发生了很多重要事件，而我只是以移民局的身份处理了一些事件，这都是我在事件中获得的合理补偿。H 国移民局把工作外包给了一家私人企业，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叫詹金森，是你的老熟人。既然如此，叶敏俊特工，在你执行任务期间，你是否曾被委以重任或参与腐败？调查员先生，你这话说的有些过分。对方能把重要的事情交由我处理，那就代表着对方信任我。如果你想获得更多案件细节，不妨你查看一下我之前提交的事件报告。很好，叶敏俊先生，今天的调查到此结束。如果需要进一步调查，我会提前通知你。画面一转，太阳早已落幕，二人也不知在铁皮房里聊了多久。此时的叶敏俊有些厌烦里面的家伙，他们总会对一些微小的事情吹毛瑕疵。总之，需要尽快摆脱囚犯的身份，这样才能让自己更随心所欲。天，叶敏俊再次来到詹金森公司，而他此行的目的正是准备见一下维密公主。此时的叶敏俊正对着面前的监牢说道：“按照约定，我独自前来，并启动了隔音屏障。现在让我们开始吧。维密公主，让我们先从这个案件的起因说起。那些混蛋声称他们会通过委员会的帮助解放你们史坦一族，是吗？这句话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，这都是一场天大的骗局。”此时的维密公主低头沉思了一会，随即开口道：“这并不是一场骗局。”叶敏俊有些无语，没想到这家伙被洗脑的这么严重。如果想要在委员会中拥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，那么他必定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老，或者是一个远古的种族。如果按你所说，那这更不可能是一场骗局，因为他就来自一个远古的种族。或许他真的能说服委员会。闻言，叶敏俊有些震惊：“你确定你之前说的都是真话吗？”“当然，我之前所说的一切都是真话，因为他在找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他的身影。”叶敏俊那不为人知的一面正逐渐被撕开，让世人都忌惮的黑魔法竟是叶敏俊所创。而这也陷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：为什么他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黑魔法，而其他人使用黑魔法只能献祭他人？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？目前还不得而知。在这之前，维密公主终于将背后之人告诉了叶敏俊：卡巴伊，一个来自远古的种族。由于对方的身份加成，维密公主也相信了对方的计划。叶敏俊得知此事后，继续询问其他细节：是他们抢劫了仓库吗？不好意思，这个我无从知晓，我只是按照他说的运输货物而已。我本以为只要多帮他们运送几次，我们就自由了。谁曾想第一次尝试就失败了。闻言，叶敏俊暗自沉思，看来维密公主只是一个棋子而已，没必要在她身上浪费时间了。画面一转，叶敏俊将审讯结果转交给了詹金森。此时的詹金森有些失态，为什么卡巴伊参与了进来？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一个这么大的人物，真的会参与到这种事情当中吗？反观叶敏俊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。对了，我的补偿款如何了？闻言，詹金森尴尬的挠了挠脸，那个，你再给我一些时日，我最近手头上有些不充裕。如果真的有这么难，为什么你不出卖一下你的身体呢？听到这话，詹金森暴跳如雷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可是尊贵的龙族，你想多了，我只是想让你干点体力活而已。当詹金森看到面前的资料时，都不由得汗流浃背了。你居然想让我测试地球上所有地精的 DNA？ 如你所见，因为地球上的地精既没有保险，也没去过什么医院，所以大部分都没有 DNA 的报告。这可是全球啊！你知道全球有多少地精吗？我知道这件事比较麻烦，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是你的问题。既然你不能给我钱，那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工作。
叶敏俊想调查地精的 DNA 其实另有目的，而 DNA 牵扯到之前所调查到的信息。47号特别任务机密信息，据说在很久以前，生活在某个星球的地精混入了恶魔地精的血液，而这些后代被分配到了不同的星球，地球就是其中之一。虽然这个任务如同大海捞针一样，如果有龙族的帮助，似乎会轻松许多。叶敏俊刚准备离开，却被布莱尔拦住。布莱尔的神情有些慌张，表示能不能给他戴尔的电话。随即他便讲了一下事情的原委。当我在医院醒来时，发现了身旁的信件和礼物，我鬼使神差地打开了那个木盒，可木盒里突然爆发出数道符咒，似乎是某个魔法被激活了。之后便有一滴异常血液附着我手上，信上说他总有一天会用到，但是我不管用任何办法都无法让他脱落。老实说，我有些害怕。叶敏俊表示让他不用担心，我会告诉你联系戴尔的方式。关于这件事，叶敏俊似乎并没有放在心上，他只认为这是戴尔的一场恶作剧罢了。他并不知道这滴血液后面会给他带来什么帮助。与此同时，一个遥远的地方正有人谈论着叶敏俊，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犯了高达500万达兰特的罪行，还真是不可思议呢。用这样的人做囚犯难道不危险吗？你觉着呢，多特斯？像我这样的初级员工，我并不理解其中的道道。对我来说，我只要遵守上级的命令即可。我对666号囚犯的了解并不多，我只知道他的遣散费超过500万，生存税也高达200万，并且他还有着另一个身份，那就是黑魔法的创始人。听到这话，鸟人心头一惊。黑魔法的创始人吗？这就是为什么他的遣散费这么高的缘由吗？并不完全是。创造一种魔法可能是一种罪行，但是这也要区分使用魔法的人。无论如何，他既然被判了500万的遣散费，那就代表着他肯定犯下了某种可怕的罪行。虽然我不太相信，但他如果真的攒够500万的遣散费，我们真的要放了这个危险的家伙吗？邪恶真的能被治愈吗？当一个人去除了邪念的记忆，他可能是一个傀儡，可当他记忆恢复时，他真的能变成所谓的好人吗？此时的卡巴伊正在讲解委员会创造的规则。当劳动改革法制定时，引发了最激烈的争论，因为当时发明了能暂时封存记忆的技术。为了能更好地利用这项技术，委员会探讨了很长时间。当委员会达成一致时，我们将它运用在穷凶极恶的罪犯身上。当然，委员会里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，有些人想把他们扔在深渊里，把他们当成奴隶，以此来囚禁他们的思想，最后把他们处理掉。不过委员会还是选择了强制执行，那就是封存囚犯的记忆，最后通过劳动改造恢复自由人。当恢复自由人的囚犯再次犯罪，那么委员会会采取更残忍的方式。我在卡巴伊看来，这一切都太过于理想化了。可经过数百年的辩论，最后卡巴伊他们还是选择了妥协。所以这就是现在的囚犯制度吗？其实这只是一种简略的规则而已。目前还有很多地方不够完善，就比如666号囚犯，如果真的放任他自由，他一定会带来无法想象的毁灭。但以现在的规则，根本无法避免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帮我做一件事，从现在开始，有关于666号囚犯的一举一动，你都要如实汇报于我。画面一转，朴正八与凯茜正在争抢平底锅的归属权。与此同时，詹金森的电话也随之而来。由于他付不起那高昂的委托费，只能打电话问一下之前叶敏俊交代他的任务。得知此事后，叶敏俊准备见面详谈，并警告朴正八二人，那口平底锅当他回来后，希望看见他是封存的状态。这让二人在窗口上对着叶敏俊破口大骂。画面一转，叶敏俊与詹金森再次来到会议室。詹金森有些感慨 ，H 国的医疗领域的确需要加强，可关于这件事，就算是他也颇为棘手。叶敏俊看出了对方的顾虑，开口道：“难道是因为那个女人吗？”“没错，就是那个纠缠我的龙，因为她主导着 H 国的金融和医疗行业。”“那又如何？难道因为她就能让你无法工作吗？”詹金森叹了口气，颇感无奈：“我只能尽力而为，毕竟医疗行业被苍天紧紧掌控着，而且那个女人已经注意到了我的举动，而她也找到了我。我们简单的沟通了一下，她现在对地精很感兴趣。”闻此，叶敏俊露出了不屑的表情：“这能代表什么？难道让我离她的地盘远点吗？”他表示他们可以帮你调查地精，但是需要你完成一件事。以你固执的性格，我本想帮你婉拒他，但一想到有他的加入，会让这件事变得更简单，所以你考虑一下，是让我拒绝他还是答应他？闻言，叶敏俊陷入了沉思。这个女人毕竟牵扯到了詹金森，既然如此，不如先见面聊一下。画面一转，一辆小金人正前往苍天公司，詹金森也将电话的内容说了出来。难道说这是他们都无法单独完成的任务吗？詹金森给予了肯定，并且对方还希望我们低调处理此事。没问题，毕竟我们也需要对方的帮助。突然，叶敏俊眼神一凝：“你最近是不是吃肉了？”詹金森心头一惊，下意识的以为鲜肉的血液留在了嘴唇上。不用那么在意，我只是感受到了你身上有一股血腥味。医生告诉你要少吃肉食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只有吸收纯净的法力，你才能长寿。此刻的詹金森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自己身为高贵的龙族，还被人训斥自己不能吃肉，尴尬的咳嗽一声，刚准备反驳对方，却听到司机说到达目的地了。这让詹金森找到了转移话题的把柄，连忙招呼叶敏俊出来。此时二人已经坐在会客厅等候。这时一个身穿旗袍之人走了过来：“几位好久不见，不知最近如何？还记不记得我这个老太婆子了？”
龙族可谓是一个最残忍的种族，为了一己私欲，不仅将城市破坏，甚至还手足相残。这一桩桩的事情发生后，让女人对他们彻底失去了念想。因为龙族之间的战争太过可怕，为了利益，他们将城市夷为平地，这就导致魔法混合灵魂卷起来一场生灵涂炭的怨恨。这些怨恨正在以大规模的向全国扩张。当事情出现纰漏时，这帮愚蠢的龙族才知道停止战斗，并且使用出魔法屏障，以此来保存自己的领地。在这场战斗中死了很多龙族，女人的丈夫也是其中之一。而他来此的目的，就是希望詹金森能帮助他脱离这里。詹金森没有拒绝，反而让对方来到 H 国。不过对方需要答应他2个条件，其一则是不能超越他的政治立场，其二则是不能组建军事组织。女人也没有过多废话，直接用龙族咒语签订了契约。画面一转，叶敏俊二人正与面前之人寒暄。女人询问詹金森：“你最近还以那种形式到处跑吗？”这让詹金森感到好奇，这有什么不妥吗？我们早已年迈，但你以年轻人的身份出现，是不是有些奇怪？你为什么要扮演一个年轻人？难道你是有彼得潘综合症吗？这让詹金森有些尴尬。叶敏俊听到这话差点没憋住笑出声来，这只是对其他物种友好的表现，有助于交流罢了。与被压迫阶级沟通，这当真是一个可笑的笑话。闻此，詹金森只能悻悻一笑。突然，詹金森眼神一凝：“我的好姐姐，现在的你已经变成了地精的样子。”对方没有接茬，反而将话题引向别处。我只是最近一直在观察这个种族而已。最重要的则是，我们现在有着共同兴趣，就连叶敏俊探员似乎也对地精感兴趣。叶敏俊没有说话，反而一直在观察着对方。这个女人究竟知道多少？这时，女人突然打了一个响指，只见2个仆人恭恭敬敬地走了进来。想必我们已经寒暄完了，那现在就让我们谈一下生意吧。你要用自己的资金为城市地区的穷人建立一个医疗中心是吗？没错，我将动用我所有医疗领域的力量，开展扶贫项目，为重症病人提供病床，进行健康检查和必要的疫苗接种。闻此，叶敏俊有些好奇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造福社会，维护公民的健康。你知道地精感染的疾病经常会传染给兽人和人类吗？那些处于福利盲区的地精，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元素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，必须要改进。闻此，叶敏俊感到不屑，穷人看不起病的原因，还不是因为你们收费过高的缘由吗？真是又当又立呢。叶敏俊探员，我们是否能携手处理此事，都取决于你们。听闻你对地精的 DNA 感兴趣，如果我们合作，在为贫困人口接种疫苗和进行体检的过程中，采集 DNA 样本非常容易。如果你接受我的请求，我就会向你提供 DNA 样本。叶敏俊眉头一皱，所以你需要我帮助你什么？最近长川银行总行遭到了抢劫。叶敏俊有些吃惊，即使是恐怖组织也无法抢劫那个地方。女人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这的确是事实，但这个案子很难得到警方的帮助，所以被偷的不仅仅是现金。没错，被偷的东西正是达兰特，并且还是实物。听到此话，叶敏俊不由得一愣，达兰特吗？这是为什么？据我所知，一旦没处理好达兰特，会导致他们蒸发到临界，因此大额交易只能通过数据完成，而不能通过现有资产，并且只能通过数据交易实现。难道说委员会给你们提供了实物达兰特吗？当然，在支出过程中他们让我很为难，也许他们希望我放弃。虽然100万达兰特是一笔巨款，听到这话，叶敏俊心头一颤。100万达兰特，拥有实物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吗？你撤回实物资产的原因是什么？此刻女人的脸阴沉下来，并没有说话。画面一转，二人回到公司，詹金森还在回想刚刚的谈话。以他的人品，根本不可能做出为穷人建立医疗中心的举动。但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并且他为什么要达兰特，并且还是实物？叶敏俊思索了片刻，难道说他是为了防止委员会破产吗？但这个解释过于蹩脚，他肯定隐瞒了什么。现如今我们需要检查一下有关于他正在规划的贫困福利项目，这一切是否都是真实的？男人本想调查贫困福利项目，却不曾想这里居然牵扯到了另一件事，一个连龙族都会窃窃私语的故事。当叶敏俊想调查福利项目时，詹金森反问对方应该如何调查。长川的福利项目是面向全国的，如果是这么大的事情，参与的公司或个人肯定不少，不如我们先找相关人员了解一下。闻此，詹金森说出了顾虑，这里面牵扯的人数过多，我们不可能全部调查。叶敏俊让对方不用担心，他已经有初步的人选了。H 国最富有的兽人金光宇，根据长川的规划，大部分医疗设施的建设地点都在兽人社区，而那批土地的所属权是他。此时詹金森也知道了叶敏俊的计划。金光宇作为土地的所属权，他应该知道一些内幕，想必你已经猜到了我的用意。那么我们去找一下金光宇会长。画面一转，叶敏俊打电话询问凯茜一些问题。金光宇的秘书说他已经离开几个星期了。闻此，叶敏俊有些震惊，一个工作狂居然要去其他世界旅游几个星期。挂断电话后，叶敏俊在脑中整理思绪，这一切都太过于巧合了。这时詹金森联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念头，如果金光宇和长川搞在一起，那么金光宇的消失一定是被谋杀了，并且会不存在任何线索，因为长川是一个精神病患者。这个故事连龙族都在口口相传，有传言说他的玩物与他死去的前夫长得一模一样，
甚至在一段时间内，有很多龙族都失踪了。但这里面有一个更可怕的事情：长川的丈夫在很久之前死了。有人说，她丈夫的死亡就是她亲手解决的。听到此话，叶敏俊陷入了沉默。为什么她要杀死自己的丈夫？传言说，她只是觉着她的丈夫老了，不再符合她的口味了。虽然说这只是谣言，但遇到那个女人，就有人在一直消失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听完故事的叶敏俊也不由得对长川产生了怀疑。走吧，让我们先处理有关于长川的问题吧。听到这话，詹金森露出了迟疑的表情。难道真的要帮他吗？既然金光宇找不到，那从外面获取他的信息不就更难了吗？不如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再去调查细节。如果落实了长川的罪证，他就交由你处理了。如果他没有任何问题，那么我只需要我的 DNA 即可。闻此，詹金森呆愣了一会。如你所愿，我这就联系长川。画面一转，叶敏俊已经来到苍天公司楼下。就当叶敏俊刚踏入大楼时，只见一个男人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。对方虔诚地介绍了一下自己是分行的经理，并且祈求叶敏俊将此事处理好。分行经理吗？你还是叫一下你们总行经理吧。闻言，男人满头虚汗。由于意外事故，总行经理几天前辞职了，现由我来代替担任。看到对方的模样，叶敏俊也知道总行经理已经被处理了。那我们先检查一下监控吧。随后在监控室内翻起录像。当叶敏俊看到光球时，露出了震惊的神色。那就是真正的达兰特。800年来，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交易，这里面有上百万的晶体。此时的经理正在翻找录像，这就是事发现场。就在此时，原本还在箱子里的光球突然消失了，这让叶敏俊发现了异常。达兰特消失时的那一圈涟漪是什么？这与莱克菲先生的灵魂回到来时发生的波浪相似。如果他消失在灵界，是不是就再也找不到了？闻言，经理吓到心脏都漏了几拍。你是说消失了吗？那岂不是就意味着仓库出了问题？叶敏俊看对方的神情就知道他什么都不清楚。既然如此，那只能先去仓库看看了。叶敏俊环顾了一下四周，看起来你们的安全设施已经很到位了。不仅是物理防御，甚至还有层层魔法屏障，这简直就是地球上最大的驱魔房，连鬼魂都无法靠近。让我们看看，究竟是盗贼用魔法偷走了达兰特，还是达兰特消失在了灵界？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只要有所动作，那就一定会留下痕迹。如果这里有什么奇怪的东西，萦绕的光线会闪闪发光。就当叶敏俊抬眼望去时，却发现为什么这里一点痕迹都没有？一个密室，一场阴谋，就连叶敏俊这种人物，一时间都无法参破。当叶敏俊抓到嫌犯时，却没想到对方直接爆体而亡，而这里居然牵扯到了一个庞大的组织红星。就在刚刚，叶敏俊也没能发现金库里使用魔法的痕迹，随后他便走出大楼内部，打算在大楼外围寻找魔法痕迹。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，连大楼外围都没有魔法的痕迹，这让叶敏俊感到无比好奇，为什么会连一点魔法痕迹都没有？甚至达兰特也消失了。当叶敏俊还在思考问题时，一只小燕子正在树枝上观察着一切。然而叶敏俊早已通过玻璃的反射发现了对方，并且悄无声息地使用魔法。就在这时，手中的血液弹向小燕子，只听砰的一声炸响，刚刚还在枝头上的小燕子跌落在地。紧接着，叶敏俊袖中的皮带便朝着烟尘中袭去。当烟尘消散时，一个妙龄少女便出现在其眼前。这时叶敏俊走了过来。作为一个可以变成小燕子的人，这种监视能力不可能是爱好，所以你究竟是谁？就在此刻，女人突然暴怒，对着叶敏俊就是一顿亲切的问候。你这个该死的家伙，肮脏的资本家，龙族的走狗。叶敏俊对此并不在意，反问对方，你已经暴露了你的身份，你是某种神灵吗？你是红星组织的人吧？那些该死的小偷吗？你在说什么垃圾话？我们只是在重新分配被龙族垄断的物资而已。你在银行附近做什么？是打算突袭，还是有其他想法？你这个败类，这个社会如果都是你这种人，那么这个社会永远不会发生改变。你在帮助龙族掠夺财富，难道你不知道他们的财富是靠剥削穷人积累起来的吗？你是龙族的走狗，你不会明白这一点的。在龙族手底下的你，就是资本主义压迫人民的武器。叶敏俊没有作声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所以你要打败邪恶的龙族吗？对这个计划你有什么打算吗？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吧。我不想听到外面传来人类的尖叫声。当女人看到血液时，双眼失神，陷入了绝望。叶敏俊本想安抚一下对方，却发现女人容貌逐渐变了，并且口吐鲜血。就在这时，异变突发，女人不知为何浑身开始肿胀。看到这一幕，叶敏俊连忙后撤，砰的一声炸响，女人死于爆炸之中。饶是见多识广的叶敏俊也没见过这一幕，难道有人在他身上埋下了咒语？是担心他会泄露信息吗？红星的那群家伙究竟在隐瞒什么？这时银行的安保听到爆炸赶了过来，叶敏俊则让对方不要靠近，他不是死于自杀，而是在极度痛苦中死去，那也就代表着他很快就会变成灵魂。随即叶敏俊念起咒语，远处一个不知名的物体开口，红星的一位成员已经去世，他的灵魂很快就会出现。随着叶敏俊的咒语生效，女人的灵魂也随之出现，而叶敏俊也必须要在女人的灵魂中获取信息。然而灵魂并不受叶敏俊所控，朝着远处疾驰而去。叶敏俊想要读取对方的信息，必须要用精神力控制对方，随着一段咒语将其包裹，一段段记忆
也在叶敏俊脑中出现，一个红发女人出现在长川银行，而她似乎就是幕后的操控者。这时，一道身影吸引了叶敏俊的注目。红发女人对着面前之人不知说了什么，随着脑中的画面不断闪烁，叶敏俊发现了异常。他们怎么知道长川银行被抢劫了？这是警察都不知情的事，那这也就意味着红星就是幕后黑手。由于灵魂没有实体的束缚，导致叶敏俊也无法再限制对方。随后灵魂便挣扎一番，消失在空中。画面一转，凯茜正在酣睡，电话铃声却将对方吵醒。带有起床气的凯茜接起电话后，语气颇为不爽：“有什么事吗？叶敏俊先生，红星吗？有对方的相关信息吗？”交代完凯茜的事后，叶敏俊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女人的灵魂也不知道如何找到达兰特，那些红星的家伙，他们究竟是怎么拿到达兰特的？